逃离了现场，警方现在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尼泊尔交通事故频发，主要原因包括超速、超载、车辆维护不佳以及路况情况糟糕等。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购买房产的信息哈。加州最贵的豪宅默多克之子1.5亿美元买下了这个庄园。近日呢，在美国的洛杉矶，一处豪宅以1.5亿美元售出，创下了加州豪宅最高的成交价记录。而购买它的人呢，正是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之子拉克兰·默多克。据报道呢，这个庄园曾经是已故的传媒大亨杰罗佩兰西奥的住所，占地面积呢有10英亩，其中心是一座占地25000平方英尺的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一个城堡。这座房产呢是由建筑师萨姆纳斯·伯丁设计，其中定制的葡萄酒库可以容纳12000瓶葡萄酒，有18间卧室和24间浴室。据悉，该房产每年要缴纳130万美元的税，是洛杉矶地区最高的房产税之一。近年来呢，加州的豪宅市场的交易量激增。自2016年以来，洛杉矶已经有6次的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的房产交易。在加利福尼亚州，1亿美元或以上的销售额只有一个是位于洛杉矶县以外。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由侯磊编辑播报。早上的7点06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 Panda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又是星期一的早晨啊，我是小娇。大家好，我是侯磊。我们又迎来了新朋友。其实对我们的很多听众观众来说呢，侯磊并不算是新朋友，因为是我们在下午的节目当中看过侯磊很多次了，只是在早上的节目呢，算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大家也看出来了，这个我们这周呢还有3天的早上的直播时间，剩下了我们2个女将，所有的男生朋友们都去休假了。其实今天早上上这个节目压力特别大啊，因为我们早上的节目节奏很快而且其实也可以慢，只是我们说语速快，所以显得快。其实可以慢的我从今天开始可以慢慢说然后主要是我们要给电视机前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预报的这个资讯也特别多，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早上的时间让大家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是，现在呢不知道是怎么了啊，感觉就是女性要撑起半边天的日子到了。而一会儿我们在国际新闻当中也会聊到反正一些相关的新闻。总之无论如何，这一周呢我们还是周一周二周三3天呢为大家直播早上的朝闻天下，然后我们就明年见了，对吧？我们也是这个老板体恤我们员工的辛苦，所以我们也会在圣诞和新年的假期当中呢去稍微的调整，我们也稍微休息，等到明年呢会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的新闻的节目。我也看到今天早上呢很多的听众观众还是会去上班的，感觉交通上也会稍微还是有点拥堵的，是，我不要掉以轻心。开车来的时候还在想，我说这个行驶在路上的都是英雄，还战斗在第一现场是吧？还战斗在工作的最后时刻，心虽然都已经飞了，但是人还在岗位。但是问题就是，我估计这周上班可能很多的朋友也都是收尾了。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在讲说，这周基本上其实大家很爱在这种时候工作，原因就是呢，反正也没啥事儿，是基本上就是去。早上可能也不需要那么早到，对，点个卯，然后可能下午就回家了，早点走，对吧？然后还拿着全天的工资，然后心情还比较轻松，对，期盼着假期，对。所以说这个今天早上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别看这个假期将至，但是也是有一些多多少少乱七八糟的事情跟大家要跟我们听众观众来更新的。尤其呢是在假期期间，其实还有一些值得非常去提醒大家的东西要来说一说这样子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呢跟大家呢稍微来浏览今天早上的新闻早知道几条新闻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就大概可以知道我们要涵盖的内容所以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会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在周末期间全世界都非常
关注的英国的这一次的提前大选，约翰逊现在大概是坐在家里笑着都能够笑醒的状态啊。工党呢可以说是1953年以来最大的失败，所以说呢科尔宾也就拜拜了。我们一会儿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那约翰逊既然他成功的成为了英国的首相，是否就意味着整个脱欧的进程就坦坦荡荡的没有任何阻碍了呢？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做更新的。好。新西兰新闻的部分，我们再来看第一件事情，也会跟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个火山喷发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刚刚侯磊也在整点新闻当中跟大家稍微说了说啊，对，就是包括这个现在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6人，对，还有2名这个遗体没有被发现，然后我们的搜救队呢也是继续在适当的时机会继续登上岛去搜救剩下的2名遗体。对，据说目前来看的话，这两具遗体应该是在水中，所以说呢也给打捞的工作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更新。还有就是今天下午会有一个全国的默哀，当然主要的就是为这些在火山喷发当中逝世的这一些我们的亲朋好友们啊。所以说呢，如果要是今天下午还在工作岗位的，我估计公司可能也会组织。如果大家在家的，反正电视上肯定也会跟大家共同。因为好像正好今天到了今天应该是整整1周的时间。对，就是在2点15分左右爆发的嘛。对。所以今天下午也是在这个时间左右啊。一会儿我们会具体跟大家来说。还有呢，就是关于那些烧伤的患者们。是，我也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现在新西兰不仅仅是说皮肤不够用，对，医生也不够用，对，医疗非常紧缺。有很多的医生呢，现在会带着皮肤从各个国家飞到新西兰来帮忙，所以说这个战争啊，刚刚才开始，就是如何才能够恢复，其实是后续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聊到。还有呢，就是新西兰这边还会跟大家说到这个对于麻疹的疫情啊，萨摩亚这一次真的特别的严峻，所以新西兰呢，首先是捐出了100万的纽币，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周末期间，我们是看到，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政府的一个道歉，反正他意思就是说，萨摩亚的这个整个的疫情真的还是新西兰造成的。所以呢。帮忙就算不是的话，我估计萨摩亚就这种太平洋岛国，新西兰帮忙也是很理所应当的。只是这一次好像又有点说是，哎呀，的确是我们的类似于说新西兰的游客带去了萨摩亚的病毒。可是问题就是你这个染上病毒这件事儿，也跟你本地根本就没有打疫苗有直接关系吧？你也不能光赖别人去带去病毒嘛，对不对？是。主要是我觉得这件事儿特别揪心的是，它的死亡率都发生在4岁以下的儿童当中。对呀，这个麻疹本来影响最多的就是儿童嘛，所以我们会去关注一下现在整个萨摩亚的一个情况。这一次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严峻了啊。还有呢，就是在这马上不就眼看着到了假期嘛，有几个问题是一定要多次提醒大家的，一个水上安全，还有家里面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饮酒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出来这样的一份报告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它呢就是新西兰这边的一个研究机构，大学当中的研究机构。它首先呢是做了一个类似于像民调一样的，它会让就是随机抽嘛，类似于说学校的学生啊，或者在大街上碰到的上班族啊，去倒 one standard drink，就我们说的一个标准杯的酒量大概有多少？几乎没有人倒对，就都比正常的一个 one standard 的要多，所以他就说根本大家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常识，那就更不用说什么酒驾到底喝多少算酒驾了，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而且呢，他的这份报告当中就研究出来说，现在新西兰的这种饮酒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奥克兰。引发的各个方面，警方啊、医院啊，包括 ACC 啊等等，带来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稍微来说一说关于饮酒问题，看看到底有哪些，首先是社会问题，是由饮酒所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稍微更新和普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 one standard drink， 就是一个标准杯的酒。我估计很多朋友
应该是脑子当中没有什么这个概念。是大部分人会用比如说1瓶啤酒或者多少来比，但是具体的数量可能都不太清楚。我跟你说说出来这个结果，你就会发现跟大家想象当中的真的是不太一样，截然不同。来，当然今天还是星期一，所以呢，我们在9点钟之后还会进入到阳易元时间。今天呢，也是2019年阳易元时间的最后一期了，所以呢，昨天我也跟杨议员在那边商量，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呢就会跟大家来总结2019年国家党走过的每一步，以及呢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在2019年当中呢，国家党的这个支持度其实是打了一个翻身仗。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让杨议员呢来评价这一届政府在他任期当中的第2年表现又如何，以及我们也会共同来跟大家展望2020年的大选会怎么样。不过时间关系7点15分，我们先稍作休息。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食为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7点18分，我们还是快速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今天早上会不会堵呢？还可以。我估计这一周还是有很多朋友需要去
处理一下年底的一些事务的，所以说呢，正常的拥堵状况稍微浅了一个色号，但是仍然会有一些的拥堵出现，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而且现在奥克兰的车真的是越来越多，即使是在周六啊，我不是晚上出去吃饭的时间，就是可能大家出去玩还是怎么样，就是周六啊，整个下午各个地方都是出现那种大排长龙的局面。所以说呢，还是提醒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并不代表放假了就好了，我估计要到圣诞节前后，等到大家都出国旅游了，那个时候的交通才会变得顺畅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快速来更新一下。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现在大部分的路段都是黄色车多的，唯一出现几个红色交通拥堵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 Mount Wellington 附近，还有在 Ellerslie 到 Greenedge 中间，但是都非常短，我估计不超过1公里这样拥堵的情况，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是黄色车多，反正也不是通畅的啊，但是这还是所有高速公路上最通畅的。我们再来看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呢，最近啊这个变了一个状态。本来呢前段时间都是在 Royal Road 啊、什么 Westgate 啊这附近非常堵，现在呢变成是前半段不堵了，变成要过了 Te Atatu 之后，这后半段开始拥堵。所以今天呢基本上是在 Te Atatu 到Rosebank 有一点黄色车多，然后从 Rosebank 开始经过 Greenhouse Road 到 St. Luke's 都是红色交通拥堵的，过了 St. Luke's 再往市中心也同样是黄色车多的情况。最后再来看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呢，看来是没救了，就无论如何它都是很堵的，还是在 Albany Express Highway 到 Constellation Drive 仍然黑色大塞车，稍微有所缓解呢，是中间红了一块，不那么黑了，但仍然是非常堵的。然后呢，过了 Constellation Drive 之后，一路到 Eastman Road 也全部都是红色交通拥堵的。过了 Eastman Road 到欧尼瓦还是黄色车多，要过了欧尼瓦之后才会恢复畅通。除此之外，市中心往北岸走的北岸大桥之上还是有一点点黄色车多的，所以啊，还是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驾驶的安全。而且今天呢，其实是有雨的，所以说指不定什么时候会飘来一阵妖风妖雨的，所以大家在开车注意安全啊。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新闻早餐，首先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好，早上的7点21分，我还是不太习惯开场，就是一到那个回来了，我还在等别人开场的感觉。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朝闻天下。那我们继续呢，在这个时间段啊，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方面的新闻。有好几个朋友在艾特我说，他们一边吃着早餐，当然是睡眼惺忪的吃着早餐，然后一边在听我们的节目。好吧，祝你一天开心。我们还没有早餐吃呢。来，我们来说说国际新闻啊。首先呢，在国际上面，第一件事情当然就要跟大家来关注英国的这一场大戏。哎呀，选举呢，1212，他们是双12的大选啊，终于是落下了帷幕。那么约翰逊呢，我不知道算不算不出意外。这么说吧，他不出意外的赢了，但是比较出意外的大赢。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呢，约翰逊能够拿下这次的选举，问题不大。但是你说赢到这个田地，还是稍微有点出乎意料的啊。先跟大家来，我估计大家都知道了，不过还是快速说一个结果啊。那么根据 BBC 他们统计的数据和最终大选宣布的结果，那么整个在英国议会645个席位当中呢，保守党，也就是约翰逊所领导的保守党，是获得了361席。我的天，当然是超过了整个的所需要的326席很多。那么相对应的工党是直接与上一次大选呢，直接减少了59个席位啊。如果我没记错的，应该是差不多吧，就那个意思。所以是成为了工党自1953年大选以来最差的一次。那么科尔宾在大选结束之后立刻就说，那我走吧。这个锅得我背啊！你说选了这个口号喊得很响，然后呢，之前民调的结果又觉得说，两者是在不断的靠近的，结果大选出来之后，输得这么惨，对，所以就赶紧就走了呗。然后大家就在讨论，首先第一件事情就在讨论说，那约翰逊为什么会在这一次选举当中赢得这么大比例的一个胜利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也挺想知道为什么，对吧？对。然后今天早上呢，我是看到有不同的媒体采访到，比如说国会议员，
采访到民众，也采访到一些政治的评论员。我听到的原因有很多啊，当然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说，大家还是想脱欧的，就觉得工党会不会延迟脱欧，不拉不拉不拉。但我听到的比较衷心的或者是发自内心的解释啊，我觉得是说呢，两者如果比较的两个差的比较的话，那就取其轻，就感觉说如果跟约翰逊相比呢，感觉科尔宾更完蛋。所以大家最后呢还是选择了约翰逊。当然啊，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解释。还有呢，就是媒体也在讲，就说啊，这个你作为一个大选当中这么重要的候选人，起码你要在很多的时候让大家去能够找到你。而科尔宾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他说呢，就在临近快大选的时候，媒体也好，或者是很多的这种类似于像跟他面对面来探讨很多实质问题的时候，他都不出面，甚至来媒体去跟他做1对1采访的时候，他都经常说，哎呀，我忙，或者是我怎么样怎么样，都不接受，态度有问题。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找不到这个人是让他们觉得很抓狂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会不会是因为如此成为了工党最大的败笔，这不好说。反正最后呢，英国的民众是用手中的选票做出了最终的决定，那约翰逊是大胜了。那么接着呢，大家关注的点就是说，那约翰逊胜了，保守党胜了，是不是整个脱欧的道路就会变得一帆风顺呢？平坦。这个事儿啊，真的就是首先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看到是苏格兰那边的这个外交的首席不是外交，是苏格兰政府的首席大臣，他叫尼古拉斯特金，就出来说了，那意思就是说，那你现在不是要脱欧吗？那我们就要进行第2次公投了。我们苏格兰决定要脱离英国，我们要跟欧盟继续的绑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也看到约翰逊立刻也就回应了，说坚决杜绝苏格兰脱英。但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够最终的实现，或者说它能不能够阻止这件事情发生，这就不好说了。因为在苏格兰啊，就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在大选前后做的一个民调，苏格兰的留欧派仍然是占到了接近70%。所以在现在呢，目前约翰逊上台之后，铁定要脱欧的状态之下，苏格兰会不会开始我就要独立公投了，我不要在英国当中再留下去了，我要走，那这个状态就不知道是不是约翰逊能够拦得住的了。所以我们就要继续来关注。那么约翰逊自己也说了，说首先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要在1月31号之前，就明年的1月31号之前坚决把脱欧进行到底。脱完了之后干嘛呢？我就要开始重组内阁了。那我们也都知道，脱欧其实对于英国来说只是第一步。你真的脱完了之后，你英国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要还那么多钱。当然我们也知道了，说是脱了，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可是毕竟你还要以英国的身份去跟各个国家谈，对啊，自由贸易协定，对吧？最简单的，还包括了你党内还有这么多本来是为了脱欧而选上来的这些内阁成员，接着平复他们，对呀，你怎么样去平复他们，等等等等，这些的事情其实才是真正考验约翰逊的。听完你说，我觉得基本上我对这个事儿了解了7、8成，是吧？对，我觉得其实可能我们电视机前的还有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观众哈，对于这个消息了解的程度跟我差不多，我估计啊，尤其是女性，所以我觉得对，因为女性一般可能对于这种事情的关注点比较弱，所以听完小娇说这一段呢，我觉得我都已经了解7、8成了。所以说啊，我们接着就来关注吧。首先，第一，苏格兰会不会独立公投？会不会以后苏格兰就脱离英国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来看，那么脱欧之后，我估计这回就没有什么阻碍了，肯定会脱了。那脱欧之后，英国会怎么样？那我昨天听到呢，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给约翰逊发去了类似于像贺电，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那么约翰逊呢就立刻追了一句说，那咱们来谈谈自由贸易协定吧。所以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很快谈成，因为英国其实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的贸易伙伴。你除了说这个美国之外，当然包括中国，也包括像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啊等等。但相对来说，可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好谈一点。你跟美国有很多的分歧，跟中国也有，所以说不知道约翰逊的这条路还很长。我估计到了明年，弄得好像我们今天最后一期似的，不是啊？但是呢，估计他现在目前到圣诞节之前，应该就消停了，除非苏格兰那边就闹起来说要在。基本上不太可能，我估计也到明年了，所以我就明年再来看吧，看这个整个的英国到底会走向
何方，而且英国的每一步的走动，其实对我们新西兰来说都是有深远影响的。对，毕竟是我们的，对吗？是吧？大家也懂的。所以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关注。那么接着说到了政坛，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这件事情啊早就发生了。上周呢一直没跟大家来说，是因为呢可能很多人只关注到了芬兰的新总理，但是并没有发现整个现在芬兰政坛上的这么大的改变啊！女性撑起了半边天，对，就像我们俩今天一样的啊，男性都去休假了。但是芬兰现在的这个状态，逐渐的大家通过这个总理往后去披露，才发现哦，现在芬兰的政坛上还是跟以前原来很不一样的嘛。对，我觉得上一周大家爆出这个新闻的时候，最多关注的应该是，首先觉得这个总理的年纪很小，80后；其次是说美女总理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噱头。她是85后，对不对？对，34岁，80后、85后，对，然后。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待会儿看到有一张照片啊，就是整个这个可以看到他们的包括教育部长、财政部长、总理和内政部长都是非常年轻的85后。我看到那个在周末的时候啊，我们的听众观众也发了一张就是他们集体的照片。其实要跟大家来更新，这几个人不仅仅是部长。他们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啊，就很多朋友我也不知道，我也是这次看新闻才知道芬兰的政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芬兰的新总理呢，并不是大选上去的，要跟大家来先交代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呢？就是他们的前总理叫做安蒂林内，他是因为什么呢？处理邮政工人罢工的事件而引发了争议，所以说呢，引咎辞职了。他辞职之后呢，我们现在看到现任的这个桑纳马林才被拱上去接任了总理，所以不等于说啊，并不是说大选选上去的，他是在党内投票最高，所以呢，现在就担任了社会民主党芬兰的社会民主党的党魁，因此呢，也就是接任了我们所谓的总理一职。而现在呢，虽然说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是最大党，但是他们不能单独执政，所以在芬兰的政坛上呢，是有5个党派联盟来共同执政的，最大的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社会民主党嘛，所以马林成为了总理，那其余的4个党派的党魁全是女性。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位女性，不仅仅她们现在在国会当中担任了各种部长，而且她们还是各党的党魁，等于说联合政府当中的现在5朵金花，5个党魁全都是女性，所以我觉得在芬兰可能这个女性的地位是不是会更高？而且他说现在不仅仅是说这5个是党魁，而且还是这个我们说内阁当中重要的部长之外，说现在在芬兰啊，20个政府的部门当中有11个都是由女性来出任部长的，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象当中那个比例到底有多高。是，那我就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总理他是不是因为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的熏陶之下成长的？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朋友是看过他的故事的，还真不是。但是他属于什么呢？他从小愿意就喜欢政治，可是他的家庭还真的不是说这个政治的世家，而且可以说他的这个从小的出身啊，属于也算是这个怎么说呢？鸡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可能稍微有点夸张，但是也说真的是自己打出了翻身仗。他的父亲是有严重的类似于像酗酒的问题。然后他的母亲呢，就是从小带着他，后来呢又是找了一个同性的伴侣，所以他算是在同性的家庭当中长大的。但是他基本上从上学开始，当然学习也是非常优异了啊，然后再从学校开始呢，就比较对政治感兴趣，所以他逐步的有担任过很多的这个政府当中的一些要职。他在那个担任总理之前，其实也是在国会当中担任的是交通部长，所以接着啊是在党内等于说呢是获得了多数票，所以说呢就成为了这一届的新总理。现在也算很多人呢把他跟那个我们的总理杰西达·丹去比较嘛，有一点点像，就是都是属于不算是政治世家出身。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觉得他们的长相都不像是做政治的，是吗？就很甜美，像混娱乐圈。我觉得可能这个芬兰的更像啊，相对来说。对，其实我们的总理，我觉得他哪个地方好像挺有那个做总理的那种样子，就对，有那个气质，就是他很该凶的时候，你会感觉他很 tough， 很凶，然后呢会
利用自己女性光辉的时候，温柔的那一面的时候也很会用。当然我们不在芬兰嘛，所以不知道这一位总理到底是什么样，只是通过一些新闻的报道啊等等去看。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一位新总理现在是火透了全世界，也取代了我们总理的位置。哦，对，而且她还是新妈妈。跟我们的总理是一样的啊，也是刚刚成为母亲，也同样没有结婚，对，现在有一个男朋友，哇，这真的是这个世界啊，现在的怎么说，包容度也是很高嘛，对，可能大家的这个评判的标准不太一样了，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包容度会越来越高，对于还没有结婚就已经当妈妈这件事儿，可能不像很多年前那样，对，不 care， 根本不 care， 而且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就说女性的地位啊等等各个方面，尤其是芬兰反正也不大，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北欧啊，在这方面更加的注重，就是在什么自由啊、民主啊，就我们所谓的女性的权利方面，也是走在很前端的。所以人家你说20个，对吧？11个都是女性，再加上就是整个联盟当中，这个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为之，对，全部的。就是我们说党魁都是女性啊，这个还是。然后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啊，就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很多这个就是经济比较落后，包括不太发达的国家，好像对于女性，就是你去看这些国家，你会发现女性地位都比较低。是，但是你看这个就很有趣，讲到女性权利的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女性权利非常非常的注重的，就包括像北欧国家，像我们新西兰，其实都属于国家可能国土面积也小，人口也少，然后呢算是走在所谓发达国家的一些前端的这些国家，但是你说女性权利，我们想想中国，那相对比较来说啊，中国算是发展中国家，可是在女性权利这件事情上，你不觉得其实我们早的就在很注重这件事儿吗？虽然说我们在国家当中没真的出现所谓的像芬兰这样对女主席或者怎么样子，但是讲真的，就是我们从中国出来的感受，其实对女性的这个平权好像做的就是跟对吧？挺平衡的，就是比如说你要跟印度啊什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去比的话，虽然我们在中国大家也知道，也有一些说什么女主内、男主外思想，也有这个存在，对，但是好像很早之前就扭转了很多，尤其是我觉得也是从这个85后到90年代的这一批人啊，好像已经没有这个以前的这种封建的思想受到这种约束，所以更我觉得严重一点的，反而是你像韩国、日本啊。目前还是，虽然说现在韩国也在强调，然后我们不也看那个电视剧，不是电影，拍什么野蛮女友之类的，从那儿开始也在不断的前进，但是他们好像那个思想当中，总体对于女性的地位还是没有我觉得没有正位。对，所以说我们来看吧，这个现象挺有趣的啊，就是说尤其是在北欧的一些国家当中看到这种现象，我觉得啊，很多的一些国家会觉得这是类似于像先进的或者正确的发展的态势。你看我们的新西兰这边的政坛上不也经常在强调说是不是啊，国会当中甚至有大胆的人说国会当中就应该一半一半，一半男性一半女性，但也有人说你没必要较这个真儿，对吧？如果有那个女性真的有那个能力，你不要去因为她是女性而去打压她就好了，但是你没有必要说一半一定要留给女性，对不对？这个也不太对。不过现在反正这件事情上做的最好的，不出意外的就是绿党，绿党的这个男女之间的比例是非常平均的。我觉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句话还是有科学道理的。是，可是就是我是觉得啊，有很多的事情过犹而不及，对不对？对，就是你要是刻意，对，你没有必要一再的，就是刻意说我一定要一半一半，一半男一半女，那你就会让很多的所谓的优秀的男性是不是没有那个机会？男性会觉得不平衡。对呀，那女性也同样，那是不是没有那么多人想要从事这个工作？你也不好说。对。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吧，反正这件事情也挺有意思的啊。说到女性的权利，接着来说一条轻松一点的，这个世界小姐现在也在对女性权益在努力着啊。是，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条新闻呢，是关于牙买加的佳丽赢得了世界小姐，而且呢，她就是赢得了这个世界小姐的比赛之后呢，她在发言的时候也说，她说要为妇女的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就是这个目的是她参加这次选美比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而且她就说嘛，说现在也是 Me Too 的大背景之下，然后她说呢。以前他可能都自己没有想过说会去参加
这样一个选美，对，在他看来可能也不是说外表的美丽有多么的重要，但是他也想借助这样的平台去宣传，或者是说呢去鼓励那些女性可以继续去争取可持续的改变。而且我不除了他，我在周末还看到另外一个我忘记是什么，反正也是类似于这种世界性的选美的活动，应该是环球小姐哦，那是环球小姐，也是一个肤色偏深的南非26岁的模特。他也是，他出来了之后呢，就他说他赢，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最后一般这种选美的大家都看嘛，最后一个环节不是属于问答，前面各种的对吧？展示自己，然后最后一个环节是问答，然后大家就说，其实很多人最期待的是最后一趴，就看到底这些佳丽是徒有其表，还是说内外兼修，有内涵的，对不对？所以说呢，他就问到，就那一位南非的。那叫什么环球小姐是吧？啊，对，环球小姐。环球小姐赢下来，她就说她在最后一个回答的时候，会跟其他的另外2个跟她角逐冠军的选手来说比较非常大，就是差距非常大。她主要强调的就是说，她说她好像问到的问题也是说什么女性接下来在社会当中怎么样，你要怎么发展，然后其他人可能就说啊更自由啊，要去追求什么自己的事业呀之类的，然后他就说的是，他说我们要逐渐的去增加女性在这个世界上的领导力。他说我们女性也应该有这个方面的追求，让女性成为世界的主宰和领导。就是他的回答，我觉得能看出来他的眼界比较远，格局比较大，而且他又是南非的背景嘛，所以最后呢就成为了环球小姐。但是也有我看到也有很多的评论。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酸葡萄，反正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哎呀，你现在这个不论是政坛，还是说这种选秀，给人的感觉都是有政治任务了，都得选某一个国家呢。你在这种活动当中，你要是真的选了个美国、英国的，好像让人的感觉就是，那你这不对。你没有走在先进和正确的道路上，所以是不是他们也多多少少获得了这种压力哦？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有人酸就一定有人甜啊，所以应该一般这个都是一半一半吧。我，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知道听众观众是很了解的啊，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我是蛮不喜欢这种所谓的。压力，这种压力呢，就是来自于舆论的，来自于所谓世界上的先进思想的，是，就好像说，我经常开玩笑说嘛，我说好像你如果要是不去承认这件事儿，你就是土老帽，人家属于先进思想，但这个我觉得他会不会多多少少的在这方面，你想想，这个环球小姐和世界小姐同时出来，然后基本上都是在 Me Too 的大背景下发生了很多事儿，然后选出来的又都是所谓并不是常规的，对常规的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肤色的样子，或者是说他们整个的状态也跟我们想象当中世界小姐和环球小姐都不一样，所以你说没有压力，我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是不是？就现在呢，我们都是女性，虽然我们也顶着半边天，但是我也是有的时候觉得会不会太过？我觉得在自己适合的范围之内，然后做自己适合的事情就好了吧。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再来看吧。反正我估计这个 Me Too 的运动不会就此就罢休了，一定会在发酵的各个领域，什么政坛呐，现在选美啊，以后什么地方可能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了啊。好了，这件事情我们也说到这儿，这一节还剩大概不到3分钟，快速的把这件事情说了吧。我们其实跟大家讲过关于电子烟方面，尤其是呢，在新西兰前段时间也有新闻出来，就在讲说电子烟到底有害无害，然后呢就说到说现在年轻人好像有一种把电子烟作为了一种流行，其实这种觉得很帅，对，是挺危险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际方面啊，是看到韩国真的出现了这种电子烟的危险。它可以就是韩国现在是检测韩国的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发布了有关蒸汽型电子烟危害的一个检验结果，这个结果就表示呢，说蒸汽型的电子烟被检出疑似致肺病的有害物质。而且它的这个比例挺高的，就是它的那个报道是说针对153种
在韩国国内销售的这种电子烟，结果都显示其中呢有很多都具备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些危险。所以说现在免税店已经停止销售其中的8种蒸汽型的电子烟的产品了。另外还有说呢，说其他的免税店可能也有几种5种不等的这个免税，这等于说这个电子烟都被禁止销售了。对，然后在韩国比较有名的，比如说 7-Eleven 呀，然后这种24小时的便利店也是停止了销售相关的产品。所以说它现在等于说是真真实实查出了有害物质了。这个蒸汽型电子烟是说在抽的时候冒气儿啊？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它这个，知道的朋友就知道了。是不知道是所有的还是只是这种冒气儿的。但是他说，但是的确呢，这个就说电子烟的危害也是很多的国家在逐渐的去发现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新出来的，所以你说有没有害吧？不好很难讲。对，所以说现在反正是韩国方面已经发现了，并且呢是把它做了一个禁止。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扩散到世界上，以后电子烟会走什么样的路，现在也不得而知了啊。不过时间关系，因为到7点45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其他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er Speak 全日制 NC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
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 Panda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侯磊。哎，男主持人全都去休假了啊，今天就剩我们俩了。主持对，哎，刚才我们就说到电子烟，我看有听众在说，他说这还需要检查吗？那工厂里的药水加了什么，自己心里没数吗？还有说加什么有害物质，他们自己都知道。所以你说这个电子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管控可能也很重要。等于说这个电子烟本身也不好说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啊，但是它要是再往里边加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检控不及时，那就真的是问题就大了。我个人的感受是，我觉得就是你接近那个抽电子烟的人，你还是可以从他的身上闻到烟味儿。所以 Really？ 对呀，所以就从因为我属于嗅觉比较敏感的人，就是我以前就是有人在我们家楼上抽烟，然后他会通过那个下水道飘到楼下的卫生间，那你也是够敏感的。对，然后所以我就是接近抽完电子烟的人，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儿。所以就从这一点，我觉得他是有这种不好的。它里面必定还是有尼古丁的，大多数的，对不对？所以说 anyway 了，我们知道这个东西肯定还是会要走过一段路的。你往往这种新的东西出来，总要反反复复，然后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是就希望它能够尽快吧，别真的出现什么事儿了。我们经常说什么东西都是要了人命了，可能大家才会重视，对不对？希望这件事情不会这样啊。好了，那我们继续就往下说。接着先把这条跟大家说了啊，就说这个。禁枪这件事儿，不是新西兰这边受到了很多人的夸赞嘛？但是这个收枪眼看着结尾了，也没收怎么样。所以说呢，这个警方直接说不是说要延长嘛？当时呢，就是我们宣布禁枪之后，还有人就去质问特朗普，说你们怎么不禁枪，对吧？然后我们也知道特朗普当时给出的答案也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问题并不在拥有枪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什么网上的这种游戏。或者网络的这种传播，使大家呢就变得诱导了拿枪的这些人去做了不该做的事儿，而并不是枪本身的问题。这个呢，大家自己去评判啊，自己怎么想。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美国倒是的确也在民间，这不算政府了，民间采取了一些行动，希望能够管控枪支，或者是说呢去解决枪支拥有的问题。我们来看这个活动到底是什么，好不好？旧金山的警察局和当地的一个组织就在14号的时候举办了一个枪支的回购活动，鼓励枪主以武器换现金，营造安全的社区环境。是的，他就说警方呢在活动之后就表示说，这样的活动呢还是真的受到了一些朋友的欢迎。所以说呢，在当天总共回收了有31把各种各样的枪支，318把。对不起，我刚才看的是下面的那个时间，对不起，318把各类的枪支。然后呢，也是这些所谓的枪主们，就可以因此而获得一些现金奖励。对，好像是说这个枪主把这个枪支背到回购的现场之后呢，手枪可以换取$100，然后这么少。对，火力更强的攻击性武器可以换取$200。然后他说这个负责人就透露说，这项活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第7年了。他说呢，差不多总共有收到超过3000把的枪支了，而且他们打出的口号和目标就是说，回购1支枪就可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他也是鼓励那些就是比如说需要钱的，或者是觉得枪没有那么重要的，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把枪就交回去，他给点现金，对，说是回购。哇，我觉得给缺钱的应该不会去干这事儿。对，倒也是。再一个，我就觉得你说这些人去交枪的，你觉得他是真的家里没枪啊，还是说他把多余的枪交了？我刚才在想，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想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一支枪，然后呢，这个妻子她发现她的丈夫有这个暴力倾向，所以她偷偷的把枪这倒是可能是件好事。会有这种可能吗？你要说这个，如果要是真的有这种，我倒觉得那很好。我最怕的是什么？比如说在美国是合法拥有枪支嘛，我就买了把新的，我旧的就不想要了，那我不如就给他们，还能拿100块钱或者200块钱。我要卖了，背不住还卖不出价呢，因为它是旧式的。或者你就这种，那你说你的回购也就是走个形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其实还是有枪。但是我觉得倒是也就是也背不住，就是收也比不收好啊。对，就是
有这样一个活动，总归还是好的。对、对，所以我不知道啊，这是旧金山现在它的活动，他就说减少枪支等于减少犯罪。我要在美国这个地方很难讲啊。而且现在国际上的我们所谓的这种恐怖事件，大家也看到了，也不一定非得用到枪啊。对，你用什么很多东西都可以的。是，现在用车、用刀，对吧？对，还可以直接点燃煤气。对，还有自制炸药的，好危险呀！哎，好了，无论如何吧，这件事情也说到这儿，就是那个美国的一个小方法，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这个收枪回购的计划，还有一点点时间，也快速的跟大家来说这个有趣的事儿，就是消灭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生物族群，生物吗？是生物吗？或者说是对于某个地方是有害的生物，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吃的。对。吃它，如果想要消灭它，最好的方法就是吃它。这个是来自于日本冲绳宫古岛的一条新闻啊。他说，这个日本的冲绳宫古岛的已经成了孔雀的天堂。为什么呢？说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只有5万，但是这儿的孔雀呢，已经达到了，让我来看一下啊，2000多只啊。然后这个孔雀它是怎么在这个岛上？ 2000多只听着也没有那么多啊。可能，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是不是因为孔雀的体积比较大，所以2000多只显得就比较多？有可能，或者他们那个地虽然说它居住说是5万人，但是它的不一定很大，背不住就是你动不动就能看到一只孔雀。然后它繁殖特别快因为这里的环境是特别适合这个孔雀，再加上它没有天敌，它的好像这个孔雀的天敌是老虎或者金钱豹一类的东西，所以其他的伤不了它，对不对？是，就很难有天敌。所以说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扩散，还不是说影响到居民。你说2000多只孔雀，它也不会对人有什么伤害。最主要的还是说他们的这个存在呢，导致了当地很多的一些本地的动物。以及植物，还有我们说农作物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当地岛上有一个比较等于说是日本比较保护的蜥蜴的品种，其实是受到了这个孔雀的严重的威胁。所以说呢，日本想怎么办？那就开始消灭它们。对，先开始他们想到的方法其实是要猎杀它们，但是他们后来觉得呢，他们这里有一个叫宫古岛猎友会，然后他们在发现这个猎杀孔雀的道路上呢，觉得很多时候枪支管理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这个费用很高，有时候甚至他们自己还需要倒贴钱，所以他们就想到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孔雀给吃了。所以这个画面上当中的就是孔雀做的饭这个应该是他们推出了一种新型拉面，叫孔雀拉面，就是用这个孔雀的骨头来熬汤，然后做成的一种拉面。这个应该是类似于一种孔雀火锅，我觉得。孔雀有多少肉啊？没有吃过，所以这个是用孔雀和咖喱一起做的孔雀咖喱饭。这一大早上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好了，时间关系啊，到7点57分了，先稍作休息吧。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n、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
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 Market。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食为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安吉乐洋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6日，星期一，农历的11月21。欢迎您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新闻。新西兰火山喷发已致16人死亡。新西兰警方称，新西兰搜救队15日返回怀特岛，但仍未能找到2名失踪者。15日呢，澳大利亚的一家医院1名伤者死亡，使遇难人数上升至16人。这是火山喷发之后在澳大利亚出现的第1例伤者死亡病例。此前呢，一些来自澳大利亚的伤者被转移回国，同时呢，死亡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因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仍有20多人住院治疗，其中大多数人严重烧伤。12月13日，新西兰的一个军事小组成功从岛上找到了6具遗体，并将其带到大陆进行受害者身份识别。警方表示，他们将仍致力于寻找剩下的2名失踪者。警方和军方潜水员仍在继续搜索该岛周围的水域。新西兰总理14日在一份声明中宣布，12月16日，也就是今天下午的2点，新西兰全国将为遇难者默哀1分钟。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Winston Peters 宣布，新西兰将向一个国际基金捐赠100万元的纽币，以应对太平洋地区的麻疹疫情。Peters 先生宣布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太平洋区域麻疹行动计划提供资金。他说，接种疫苗是避免麻疹和昂贵的紧急治疗情况的最有效方法。这项计划提供了及时的预防措施，它允许灵活地响应其他太平洋国家的额外要求，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区域工作方式。自去年10月以来，萨摩亚的麻疹已经感染了5000多人，造成了72人死亡，其中约90%的死亡病例发生在4岁以下的儿童中。Peters 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确定易受麻疹影响的地区，并采取早期干预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新手妈妈和他们的家人将成为接种疫苗的对象。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尼泊尔中部辛杜帕尔乔克县15日晨发生一起客车坠崖严重车祸，造成14人死亡，16人受伤。辛杜帕尔乔克县警察局发言人卡纳尔通过电话告诉记者，12名乘客当场死亡，另有2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其他伤员正在医院接受救治。警方说，这辆从多尔卡县驶往首都加德满都的客车在途经辛杜帕尔乔克县时，从几百米高的山崖上坠落。事发后，客车司机逃离现场，警方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尼泊尔交通事故频发，主要原因包括超速、超载、车辆维护不佳以及路况情况糟糕等。加州最贵豪宅默多克之子1.5亿美元买下了这个庄园。近日，美国洛杉矶一处豪宅以1.5亿美元售出，创下了加州豪宅最高成交价的记录。而购买它的人呢，正是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之子拉克兰·默多克。据报道呢，这个庄园曾经是已故的传媒大亨杰罗佩兰西奥的住所，占地面积有10英亩，其中心呢是一座占地25000平方英尺的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城堡。那么这座庄园呢，总共有可以容纳12000瓶葡萄酒。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再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那么本周呢，新西兰大部分范围之内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但这一轮的降雨其实对于很多干旱的农庄来说呀，对于我们家后院的枯草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那么奥克兰今天呢，就是有雨的天气，气温最高23度，最低17度。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基本上都会是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这个雨啊会在明天可能看的会比较明显一点。气温方面维持不变，惠灵顿今天最高仍然是20度，最低18度。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在西海岸降雨来说比较的频繁，东海岸还是偶尔看得到一些阳光出现的。气温方面 ，Nelson 最高是22度，最低是14度。我们再来看南岛南部，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绝大部分都是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而且气温呢早晚仍然是比较凉的。皇后镇还有 Milford Sound，包括 Invercargill 最低温度都是在只有8、9度的样子，所以说最近有去到南岛旅行的朋友，还是要多带一件厚一点的外套。那么到了明天呢，新西兰全境基本上也都会是有雨的天气，阵雨为主，可能个别的地方呢雨势会稍微大一些。气温方面没有太大变化，奥克兰明天仍然是23度最高，最低温度大概在17、18度。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
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7888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如果你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 Panda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乔。大家好，我是侯磊。那么8点钟之后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我们呢也跟大家来稍微预告啊，我们的节目是做到这个星期3最后一天，对，我们也要进入到非常悠长的假期当中，然后我们就明年再见了。对，所以这2天可能我们的状态会比较亢奋，因为实在是太想放假了，然后状态就会……我每天都是这个状态。好了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呢，还是共同来关注一下火山喷发的一些最新的状况啊，还是挺令人心忧的。对，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灾难发生之后，可能过了这个时间，然后灾难之后的平复和这些人的一种心理疏导，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现在目前掌握到的消息，昨天看到的是怎么说呢？这个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6人，然后目前呢，政府的还有警方的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确认尸体的身份，不是尸体，就是死者的身份，因为他打捞上来了6具尸体之后呢，现在已经确认了4具，等于说是遗体，他们的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其中就包括了有新西兰本地的导游，还有呢澳大利亚的一些居民，而且你会看啊，这一次很多都是一家一家的，对，哇，我看到最新的这个就是说4具的辨认出来身份的遗体当中，其中呢有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学生，然后呢，他是刚刚21岁，就等于说呢，跟着家人一起出来
类似于像庆祝生日对，也是类似于像成人礼嘛这种感觉，所以是他和他的妹妹、他的那个继父和母亲4个人一起来的。结果呢，就是他的妹妹和继父全都，就他是也就是确定的啊，这个21岁的女孩已经是死亡了，然后他的妹妹和父亲仍然是现在处于危机当中，就是已经到医院了，可是就是情况非常的危机。他的母亲那天呢，倒没有报是什么原因，总之就是没有去。好像是说他的母亲在船，他们是坐一个游轮嘛，对，然后就没去，但是没有说他为什么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去登岛，所以就说哇，这个太揪心了。哇，这个母亲就说现在她在跟家人的陪伴下，但是你想想那个心情，我要是那个母亲，我可能就会，我恨不得我就去好了。你说现在的这个心情就更就是很多时候这种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对，会有这样的感觉。当然现在还有2具尸体没有找到，那么根据警方目前掌握的消息是说，应该没有在火山上了，可能大部分的情况是说应该是在水中，那给这个打捞工作呢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因为警方也说，警方和军方啊现在是出动潜水员下水去搜查，可是呢原因就是也是火山灰啊各个方面的影响，所以现在水中的能见度是非常非常低的，非常的浑浊，而且呢也是火山爆发导致的鱼群的死亡情况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呢下水之后啊，基本上就是过一会儿就得赶紧出来用淡水来冲洗全身，否则那里都是有害物质，然后里面又浑浊，再加上有很多的死去的鱼类，所以他们打捞非常非常艰难，整个的周末期间不停的去打捞，但是都没有结果。所以今天早上看到的最新消息，警方和军方说会继续的下水去打捞，希望快点找到吧，好让这件事情也算是有一个结局，对，有一个完结，对不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提到说今天下午的2点11分，新西兰会有一个全国的默哀1分钟的活动，当然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次爆发当中遇难人士的这些遇难的人士，还有他们的家人。正好也是就是这一周今天的2点11分，就是距离真正爆发过去了整整1周的时间，7天的时间，时间过得也是还挺快的啊。对，他当然这个我们就说打捞尸体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说这些伤者，现在反正还是在。对，现在新西兰多家中心医院都在救治怀特岛火山喷发的这些伤者，然后呢，所有的就是新西兰全国所有的这些烧伤科的医生，现在都已经就是全体动员吧，可以说一位休产假的女医生也是被紧急给召回，还有呢，就是来自多个国家的海外医疗团队也是向新西兰提供了援助啊，目前有11名患者，病情比较重，还是比较危重，对。那个时候就说我们在报道当中说80%到90%的烧伤，那真的所以啊，这个我们当然是期望说死亡人数不要进一步上升，但是就算说他们保住了生命，那未来的这个康复的道路还是相当之艰难的。我们就不用说真正谁亲身经历过，比如说烧伤，就我们看电视很多那种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说对于这些啊，就算是没有遇难的，但是去了岛上的游客，他们未来的生活也肯定是会彻底被改变的。对，所以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觉得这些可以说是遇难者或者是说受伤的人非常的就觉得很心疼他们，但另外一方面这也是给包括了新西兰也包括了澳大利亚整个的救援和医疗团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我昨天看到这篇报道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说呢我们经常说生病然后不幸去世，你是有很多的器官可以捐赠的嘛？其实我们的皮肤也是可以捐赠的，但是相对来说捐赠器官的就多很多，可是捐赠皮肤的就很少。它是因为有要求吗？就是可能都有，可能相对来说皮肤的这个要求更大，或者是也是大家觉得你捐赠器官，起码你的尸体看起来是完整的，也有很多有这个顾虑，你就皮肤有一点，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捐皮肤，所以现在导致的状态，新西兰碰到这种严重的烧伤，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皮肤去做移植，所以就怎么办呢？新西兰政府就开始买，或者是等各个国家也来捐赠一些皮肤。我昨天看到的新闻当中就在说，这个皮肤其实不便宜。根据我昨天看到的新闻当中是说呢，基本上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大家想一想啊，每平方厘米就要4纽币。
你要去国际商务用去购买的话，所以新西兰现在呢是总共拿出了150万去跟美国购买皮肤，然后呢，澳大利亚那边也捐赠了价值有2万纽币的皮肤，但根据我听到的医院部门啊，他们就说可能远远不够，还不够，肯定就是可能只够初期的保住他们生命的那一部分，你真正后来的，你知道，就类似于像美容方面了，也不叫美容，就是让你恢复到原样的那个正常的那个，那可能就需要更多了，所以这个价格也不便宜。是因为他们都属于重度烧伤，重度烧伤，我觉得可能全身7、8、90%都需要更换。真的是，哎，怎么说呢？听着就会觉得哇。对，听到这样的消息，我觉得都不敢多想，就是特别焦心。然后昨天还有就是曾经在经历过大火灾，还不是这一次的火山喷发，他就曾经经历过大型的火灾，然后也是严重烧伤的患者，就出来说他的整个康复之路到底有多难。他说其实这些人啊，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接受这个是个事实，对，就是你的皮肤不可能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对，而且他说不仅仅是说你觉得烧伤是皮肤，你就算皮肤治好了，你没有生命危险了，其实你还是有很多的，就是类似于像并发症，你的整个的就类似于像身体的那种抵抗能力也不如正常人，对，然后包括你内脏，你像他说这种火山啊，或者是它像大火，其实你吸入的很多气体对你内脏也是有严重烧伤的，所以就算你活过来，可能身体肺呀等等各个部分也会有很多的病症，再加上心理的问题，所以他说这些人的路真的还非常特别漫长，而且这种我觉得就是心理疏导也特别重要。你得让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并且能够相对的保持乐观，然后以后去面对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好难呀。而且我昨天也看到是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是成功出院了，他等于说是烧伤相对来说比较轻的，那还基本上50%呢，等于一半的身体都已经烧伤了嘛。然后他说他都直到现在，他都跟自己说这是做梦。我们背不住哪天醒来之后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过。对，哇，真的，你听完了之后就觉得太惨了。是很多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失去家人的，你还得去承担失去家人的这个痛苦，然后还要直面自己受到的这些创伤真的是，我觉得这些人太勇敢了。所以说无论如何吧，我们今天下午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参与一下2点11分的时候有1分钟的默哀，为这些呢真正的死者或者是伤者，我们共同来祷告、祈祷。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希望他们呢能够未来的生活可以顺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这些救援人员们平安，他们可以在未来的时候呢找到这2具仍然是在失踪的尸体。我们击退还会持续跟大家来关注这件事情的。好了，接着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也快速的把萨摩亚的这个麻疹的疫情跟大家做一个更新。昨天呢是看到，首先是我们的外交部长 Winston Peters 就宣布，新西兰呢会向国际的基金来捐赠100万纽币。那这个100万纽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说来帮助萨摩亚本地接下来的一些疫苗的接种的工作。希望说呢以后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吧。对，首先把这个事情制止在源头吧，我觉得。其实说白了，这种疾病完完全全是疫苗可以抵抗的，然后你爆发成这个样子，导致这么多，尤其是4岁以下儿童的死亡，这就是等于说完全可避免的事情，结果爆发了。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地区的人，他们可能对于疫苗的这个接种的常识比较薄弱。对，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资金的考量？应该是，对不对？你是不是觉得就会花这个钱？要花这个钱，好像又离我很远。对，谁能想到说一下子就真的在身边发生，然后是如此大范围的去爆发？但是我觉得，所以就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然后萨摩亚的政府就在说了，以后要不要强制？即使是就这种情况爆发成这个样子，全国封锁了几天啊，不允许大家出门，不允许上街，就是专门给这些工作人员去挨家挨户打疫苗，都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然后政府说要不要强制？还有很多人在网络上或者是实际走上街头就去抗议政府，意思就是说这个疫苗是有毒的，我不要给我自己的孩子注射。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疫苗有毒的这个事情，他们是有什么具体的依据吗？没有，只是可能他听到了一些消息，或者说以前有过类似于的事情发生，但是注射疫苗就是
比如说在中国吧，小朋友从出生到你入学之前会有一个本儿，然后去记录你注射的每一种疫苗，包括有一些疫苗它不是说你打1针就可以的，它需要你连续注射2针到3针才能保证你不会受到感染，不会受到传染。对，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很多小朋友都是安然无恙的，没有说因为疫苗，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说嘛，这些反对人就说，那你注入身体的所谓的疫苗是什么？不就是所谓的病毒嘛，对吧？那怎么？那毕竟注入的是病毒，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的这个反对，你不能说理解吧，但你起码知道它源自哪里，它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其实新西兰，你说虽然我们这不是强制，但是我觉得在新西兰这边生宝宝或者宝宝在这边长大的朋友都知道，你的家医有多负责呀。你的小宝宝也是有一个本的，对，你每一个疫苗打没打也是有类似于像对吧一个记录的。然后呢，到时候还会有人提醒你。你该打什么了，对不对？你旁边都有一个人，这样的人在跟着你做，只是就是你自己选择打还是不打而已。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对呀，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也讲过，就说不打疫苗的这件事儿，我觉得有一些那些人他的思想真的很自私。你看他就觉得会说说我的孩子不用打，只要我是就是我孩子周围身边的这些孩子，学校里上学的这些孩子，他们都打了就可以了。他们都打就意味着这个病不会带到这个班级来，那我的孩子就不用打了呀。那他们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跟他们有同样的想法吗？然后大家就都不打。所以是不是萨摩亚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导致当时注射就是完整的注射了麻疹疫苗的只有20%，那你说能不传染吗？而且这个东西又是传染的，可以说是速度又非常快，整个传染性又非常强，而且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感染麻疹可能还扛得过去，或者其实问题不大，但对于孩子来说，它真的是致死的。对，所以你说强制这件事儿，有一些东西哎呀，真的是该做的还是要做一做的。所以新西兰这边现在就是也是因为萨摩亚的问题，也拿回来就开始考虑，就说新西兰要不要去强制。但是我们也知道，无论我们有想这件事情有多么支持，但是在新西兰这种国家当中，真的要实行太难了，太难了。你只能是不断的给他们输入那种就是正确的观念，不会影响到你宝宝健康啊，不要被什么什么所洗脑呀，来用这种方式去增加注射疫苗的比例。你真的强制像中国说你不打疫苗不去上学，对，你怎么可能呢？大家也知道，在新西兰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不可，就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嘛。对，所以没办法。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需要更多的作为母亲的人，能够从自己的思想上、意志上去理解。就是因为作为母亲，她可能对这个孩子有直接的监护权，就更多的是这个母亲来决策我要打或者不要打。所以我觉得，我同样作为一名母亲啊，在这里呼吁一下，我觉得对疫苗这个事情还是很有必要的。这就像同样的，我们前段时间说5G 对身体有害，什么致癌，还有人说不能生育，说什么的都有。但这个东西你说有没有？我们连看手机都有辐射，你说它有还是没有？可是你说真的能够说像你达到那种程度，那你就5G 安你头上，还得不知道多少年，你可能真的有这个危险。所以，怎么讲？无论如何吧，就是疫苗的这件事情啊，是希望我觉得华人朋友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但是还是鼓励大家积极的要去接种疫苗的啊。时间关系，到了8点27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一个问题——酗酒问题。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
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Scal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Scal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我有点意外，大家今天那个还很堵，跟上周一样的，是吗？我上周5的时候还在说，我估计下周会好一些。我知道肯定还是有大部分的朋友要上到这个星期5的工作的嘛，但我以为怎么说也会比上周好一点，结果还真的挺堵的，还是因为我们现在奥克兰就是这么多车。大家是不是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早点去上班，然后早点下班？对。好，我们来看啊，现在的这个路况，学校都放假了，对不对？基本上有的还没有还有的我们上小学还没有。还在上啊，对呀，我以为学校早就放了。好了，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路况的信息。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基本上呢是临近 Mount Wellington 开始就出现了非常拥堵的状况，经过 Ellerslie、Greenland 都是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的情况。那么过了 Greenland 之后呢，现在一路到 Cabot Pass Road 也都是黄色车多，要过了 Cabot Pass Road 之后才会恢复畅通。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前半段非常的通畅，一路呢可以畅通到 Rosebank， 但是从 Rosebank 开始就出现了比较拥堵的状况啊，这个渐变式的一路到 Greenhouse Road 就出现了黑色大塞车，就是黄红黑这样的一个渐变，然后过了 Greenhouse Road 之后呢又变红，一路呢是红过了 St. Luke's， 然后再渐变成黄到市中心，所以说啊也是16号高速的路况不怎么样。那么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呢，比早上7点半相比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吧，就是黑色的稍微少了一点点。现在主要集中呢是在 Constellation Drive 这附近，还有一段黑色大塞车，其余路段基本上都是红色交通拥堵的，一路到 Eastman Road， 还是它最堵还是北岸是路况是最严重的。然后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呢，到 Oniva 同样还是黄色车多，小路上仍然也是比较堵的，像这个Oniva Road 呀、Eastman Road 也都是出现了黑色大塞车的状况，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啊。我估计啊，逐渐的越往星期5路况会变得越来越好，对，应该是这样。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
接着，我们再快速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信息。首先呢，先来看股市方面 ，NZX50指数下跌66.39点，报11241.59点；上证综指是上涨了51.98点，报2967.68点。这个上证综指3000点这个关就是过不去了，我发现。上去就下来，上去就下来。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3.33点，报28135.38点。再来看一下汇率，纽币对人民币4.61，纽币对澳币0.95，纽币对港币5.15，纽币对美元0.66，美元对人民币是6.97。当然，汇率是实时变动的啊，实际交易价格呢，大家还是要以当天的这个状况为主的。好了，那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说新西兰方面的新闻。接着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假期当中的酗酒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酗酒的事情，在新西兰，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的不意外了。新西兰饮酒的这个习惯，大家应该也都是有所见识了。一到周末期间，周五、周六、周日的街道上，是吧？对，那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都出来了。每到倒垃圾的时候，你听这个垃圾箱里的酒瓶声，就知道这一周又喝了多少酒。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看到了相关的部门联合了警方、医院、ACC 等等各个部门，就出来跟大家说了，到底新西兰的酗酒问题或者饮酒问题、饮酒引发的各个方面的社会问题有多严峻。首先跟大家来先分享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呢是根据统计，是说在晚上，不仅仅局限于周末，就平时的晚上也算上啊，从晚上10点到早上7点，需要警方出动的案件当中，有45%都是因为饮酒而造成的。听着45%好像已经很高了，但是警方直接说了，警方说这个数字啊，保守估计 ，way underestimated，完全是特别的低估了。他说，据我们的警方站在第一线的啊，这些警务人员的感觉，那还不得到90%啊，都是跟饮酒相关的。他说，要么就是有人饮酒完了之后去惹事儿，要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直接是受害者是因为饮酒，结果受到了某一方面的伤害。总之，你说这个案件多少跟饮酒有关，他就觉得45%远远不止。这样，我们让导播给大家找有一个那个图表，那个图表上面其实就比较明显的显示出，不是这个它是那种 bar 的那样子的啊，给大家来看有多少的事故是跟所谓这个饮酒直接有关系的。它那里边就是颜色标的还蛮清晰的啊，等会儿让导播先找一找，我们先往下说。你看这个，就是橙色的，等于说是饮酒相关的一些出警的事故，黄色的就是无关的，基本上是一半嘛。对，但是警方就说得到90%，就这个是跟饮酒相关的。保守估计啊，就是可能间接饮酒的都没有算进去。对，我估计是，就是恨不得直接就是醉酒的，然后出现了袭击事件的可能才算，剩下的间接的就不算了。所以警方说，我们的压力你想想有多大？根本基本上，如果要是这个社会没有饮酒问题的话，他们很多的出警干脆就不需要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图表是医生给的，医生给的这个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啊，看红色的。红色的是跟饮酒相关的受伤的事件，无论你是打架斗殴，还是你喝酒了之后自己失去平衡撞到哪儿，红色的就是跟饮酒相关的。周一到周四没有，或者是比例非常少，所以就显示不出来。对。但是你看，从周五、周六和周日，尤其是周六、周五，可能是大家还上班比较累啦，什么也就回家了。周六和周日很明显的一个比较大的比例。这些打架的人是觉得在周六打完以后，周天可以休息一天吗？当然，他说的去医院的这些受伤的人员，不仅仅是说打架的、被打的，还包括很多的，比如说开车出事故的，是，也包括自己。他说那个医生就说，他说有很多一部分是怎么的，就是走路上摔倒的，还有那种现在还出现那个滑板车喝醉了骑滑板车的。也是很多就是因此而受伤的，所以医院说，他说他们基本上啊，每一个急诊室到了周末期间就得派出去一个团队或者是几个人，专门就负责这些因为饮酒而受伤的人，而且他们的血液当中因为酒精含量又过高，所以很多的
诊治的过程当中，你还要考虑到，对吧？这方面它是不是清醒啊，都很难讲。是，所以他就说警方和医院现在都很难做，还有 ACC 也说，他说每一年啊，就是上报说是因为饮酒而导致的受伤，每一年可能都是成千上万起。但是这个也都算是意外。虽然你饮酒了，但也算意外，所以 ACC 那边也要给予一个相应的，类似于我们说像，就是它也算是一种保险嘛，对，所以要去给他做一些赔偿。所以 ACC 也说，我们也是，就是因为饮酒而导致的，我们这边的开销非常大，所以三方联合在一起说，这个圣诞节。他们也知道说出来之后呢，并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不是他们说了大家就不喝酒了，对。但是就说呢，呼吁一下，说还是比不说强吧，就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经历了些什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注意注意。我觉得新西兰这种方式还是挺人性化的，就起码只是靠说而已。对，然后给你一些数据，让你自己去考虑。在中国，就是你马上要到什么元旦啊这个节日之前，先给你报几组新闻，告诉你这个节假日期间，全市出动了多少警力，专门在什么路口查酒驾。我觉得新西兰警方啊，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光去处理这些案件处理不完了，所以没人上街，就是没有足够的警力可以站在街上去看这个喝酒的人，因为如果要看的话，可能太多了。对，就说到这儿，接着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所谓的你到底饮用多少酒还仍然可以开车。现在我没有说具体数字之前，大家一边在开车一边问问自己知不知道这个度。导播知不知道喝多少酒不可以开车？不知道，我属于酒量特别低，我估计就是几口就不行了。对，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关键，因为新西兰这边的法律规定，它只是说你血液当中含有酒精的浓度有多少，但是它可不是说，比如说这个浓度相应的就是多少酒，这因人而异的。对，比如说你喝，或者说我们导播喝下去同样的酒的量，然后呢你们也是反应是不一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血液当中的那个浓度的含量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人家在测酒驾的时候，测你的呼吸也好，测你的血液也好，那测的都是浓度，可跟你喝了多少酒没关系。对，警方不会问你到底喝了几杯。是，而且有的人他是这样的，就是据我所知啊，有些人醒酒特别快，就比如说像我喝完酒之后就全身通红，然后他可能挥发的比较快，一会儿就醒了。但是有些人属于喝完酒之后，他会一直停留在你的身体很久才会挥发掉。对呀，所以这都是有关系的。因此呢，这个我们说这份报告当中也在强调，说呢不要听别人说。就说喝了一瓶啤酒肯定没事儿，去测酒精的含量的时候绝对不超标，怎么我一测就超标了？然后你就跟警方说我没喝多呀，那不行，是以你个人的身体来分解这个酒精的能力为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主导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边只是会跟大家说标准是什么，但是你自己到底是不是可以 tolerant，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好不好？没事儿的时候自己在家测一下。你咋测呢？抽血，喝完之后计时，看多长时间意识能清醒啊？对，来我们来说，首先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这样的，首先20岁以下的驾驶者零容忍，你就是干脆不可以喝酒。20岁以下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哦，不要觉得说我是不是喝一杯啤酒 ，no， 零。没有只要喝酒，20岁以下的就不能开车。那么超过20岁以上的是什么标准呢？是说你50毫克会被判定为酒驾，就是你每100毫克的血液当中，如果你的酒精超过500毫克，你就会断为是酒驾。如果要是我们说的经常在路上的那种呼气来测酒驾的，就是说酒精总量不能超过250 mcg。也是，就是这都是一个标准，跟你到底喝了多少酒，并不具备直接关系。那底线呢，是给大家一个类似于像参考值啊，这绝对是参考值，因人而异。就说以前有机构呢是稍微算了算，大概这个酒精含量约合你能够喝多少酒。就包括他说，如果是男士的话，可以喝3瓶330毫升的啤酒，但这个啤酒的酒精浓度不能超过4%。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黑啤甚至到7%或者8%，那就不行了哦。对，330毫升的啤酒，酒精浓度在4%的，差不多是 OK 的。接着就说女士，基本上也就是2瓶啤酒，因为我们的体积、身高、体重这都有关系，你到底能够分解多少酒精。那么如果是比如说不是啤酒，如果是红酒的话呢，那么大概就是说，如果是13%的酒精浓度的，那么就大概可以喝100毫克。
100毫克什么样的100毫升 ，sorry 啊，100毫升的红酒大概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去餐厅点了一杯红酒，那么一般它的量就是100毫升。那这个100毫升基本上一杯差不多就到了。你要再喝，你就基本上过不了那个度了，那个吹的那个对你的酒精含量了。这是红酒，然后就说到烈酒，烈酒大概是多少呢？如果它的酒精含量是40%的话，那大概就是30毫升。30毫升相当于什么？基本上就是一个 shots。如果你要是在比如说餐厅喝一杯基本上50毫升的，这个就肯定过了。你就基本上是 shots 是30毫升，你大概喝一杯就可以了。这我们还是说啊，这只是就是因人而异，常规情况之下，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啊可以去自己衡量衡量。而且这边有一个小 tips，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现在新西兰这边的要求规定是什么呢？如果是酒瓶的，无论你是红酒瓶、啤酒瓶还是 can 的，就我们说那个塑料瓶装的，上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标志，那个标志就是说这一瓶酒相当于多少个 standard drink，多少个量度的这个酒。你根据那个大概也可以判断出来，就比如说他举例说，你像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种330毫升的一瓶的啤酒，它相当于1.3个 standard drinks，所以你喝下去一瓶，你自己就大概知道了，我大概已经喝了几个 standard drink，所以这个 standard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消化掉，比如说1.3个，那就相当于你需要1.3个小时能够消化这些酒精，是这样。所以比如说 can。这一个 can 是330毫升，它就是相当于一个 standard drink，就等于说你1个小时能够消化1个听的啤酒。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大概知道一下。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完这个之后就想一下自己平时的那个量，肯定是觉得还是超的，对不对？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到8点45了。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仙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定。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 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 2823939。
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48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呢，还是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9点钟之后呢，今天是星期一，所以呢，我们会继续的进入到杨议员的时间。而今天呢，正好是我们2019年的最后一次杨议员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请杨议员跟大家来，这个回顾一下2019年国家党走过的这一年，以及其实在这一年中，如果大家有陆陆续续的持续在更新我们的节目，就知道国家党的这个支持度其实是打了一个很漂亮的翻身仗。我们一起也跟杨议员来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好像这个民调的结果出现了反转。除此之外呢，当然明年就是大选年了，这个政府已经执政了2年了。那么到底这2年，尤其是在这第2年当中，政府表现如何呢？到了明年的这个大选年，双方是否又做好准备，要去迎接新一轮的挑战了呢？我们一起都会跟杨议员共同来探讨，所以欢迎大家呢要锁定9点钟之后的新闻。来，我们接着还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其他新西兰方面的新闻，接着跟大家来更新2条跟这个面包不是跟罢工有关的新闻。第一个是面包，对。我刚准备说，我说这个酒说完了，该说面包。今天早上的节目好像都跟吃的，不是吃的就是喝的。对，说面包是怎么回事儿？前段时间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就说呢，很多的奥克兰这边的超市或者是小的那种 dairy 出现了一个就是面包货架空置的状态，尤其是某一些品牌的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面包都不生产了，就好像没货了。当时还有人在猜说，是不是前段时间1、2年前吧，不是曾经发生过说那个澳大利亚过于炎热，然后小麦长得不好，说我们就没办法做面包，不是有出现过这个事儿嘛？说这次是不是又澳大利亚山火把小麦给烧了，还是怎么样？结果完全不是。这次的原因是因为新西兰这边最大的面包生产商之一叫 George Weston Food， 他们的员工进行了大罢工，总共有100多人都是做面包的这些工人不工作了。所以说就导致你不让我有钱买面包，我就不让你吃面包。对，这是他们喊出的口号。所以说呢，就导致面包生产不出来，所以很多的货柜上全都空了。那在这个周末期间，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 First Union 又是 First Union， 最近他们真的也是很忙是跟那个 Basco 的那个也是 First Union。Anyway 就说到这些 First Union 就宣布了，说现在工人复工了，因为呢已经跟资方谈妥了。就是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们怎么解决的呢？就是说公司现在正在逐步的要给这些面包的工人们涨工资，逐渐的涨到生活工资甚至以上。同时他还在说这个公司有一些人呢就在抱怨，说自己呢生产面包生产的非常的艰苦和辛苦有的时候经常要加班，甚至1周呢要工作50到55个小时，而呢他们就没有得到所谓的这种公平的工资，就是加班也没有加班费。所以呢这个公司也给出了承诺，说就是以后如果有额外的加班的时间，都会呢给工资，并且也是谈拢了一个工资的数目，并且他是说9月份以来加班时间的这些工人也都可以给予追加的补偿，所以就谈拢了，这就开始恢复工作了。所以就是能有钱买面包了，我们的这个市民的餐桌上面包也就能够供应。可是呢，这就等于说又一家公司基本上要涨到生活工资以上了。那么据悉呢，说这家面包厂在没有达到就是没有涨薪之前，现在目前的他们的面包工人的平均工资大概是18到24纽币1个小时。
以后呢就是最低的看不到18了，可能都要涨到21到22左右了。那水涨船高的，可能再往上的就是到25、26了。哎，那我在想，他们心情好了之后做出来的这个面包，会不会味道也较之前有很大的提升啊？我们期望，因为不是之前听到一个新闻说，那个牛听了音乐之后产出来的奶会比较好喝。可是这个东西都是对吧？就工业化，就他们只是看机器的，能有什么不同，对不对？输入了更多的情感，面包可能会更好吃。希望我们吃完了之后啊，吃了这个涨了工资的这些面包工人们做出来的面包，我们也能开心，好吧？只要它不涨价就行。我现在很怕的就是会不会因为就说呢，他们涨工资，我们的面包涨价。对，那就可以做馒头。我们做馒头出去卖。好了，说到这个罢工的事儿啊，接着还有一条新闻也是快速的，就是在这节当中跟大家说了，说现在呢有一个工种自己罢工还不算，市民在支持他们罢工，或者支持他们应该去拿到更加合理的薪酬。说的是谁呢？是助产士啊。助产士现在就是呢，有人为助产士们开始准备请愿书，就是请愿，希望说助产士可以获得更合理的报酬。这个请愿啊，在短短的不到1周的时间，已经获得了11000个签名了，全部都是大家自愿的去签名的，就认为说现在的新西兰这边的助产士的确面临着工资的不平等的对待，而且他们说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现在因为助产士太少，所以有更多的那种可能相对来说情况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年龄稍微长一点，对，或者是说怀孕期间遇到了一些特别的问题，其实等等等等的，使得这些助产士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陪伴或者是照顾这些复杂的情况，让这些人呢就觉得更加的不安心啊，对，服务没有很到位，对，因为可能很多女性在生孩子的时候比较脆弱吧，她更希望助产士能够给予更多的一些关怀和陪伴，所以他就说嘛，他说那个女性都是这样的，像比如说不是医生的，就觉得我的病。我就觉得我的病是天大的病，因为我并不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其实孕妇妈妈也是一样的，如果尤其是一胎，再加上她可能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她就会觉得我需要长时间的有一个懂的人，比如说像助产士，而且是有经验的，在我的身边来陪伴我。对，所以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的话，他就说其实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说助产士他们是不是得到了合理的工资，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这些孕妇妈妈们会不会心安，还有就是说会不会影响到越来越少的人想要去做助产士了，这个行业会影响到这个行对，因为你想想工资又不高，然后他们又说工作又非常辛苦，工作时间还很久，对，而且我是听到有一个助产士啊，也是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就在讲，他说尤其他们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啊，这个妈妈找到你，他就你能看得出来他很焦虑，因为他很怕没有人在他的身边陪伴他。当然我们说的丈夫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真正专业的人士陪伴在身边。他说他又怕，但是呢他又知道他找不着，所以他就用那种有点类似于像哀求的那种态度在问助产士，你能不能接我的 case？但是助产士就说，你说我面临这个状况，我本来已经超负荷了，但是你听到这种妈妈跟你的请求，你怎么办？就我没有办法拒绝。对呀，你怎么拒绝？所以他就说我又得接，所以他的工作本来是比如说可以休息的，或者说他可能只需要工作40个小时，现在就是无形当中可能要加班，但是他也没办法。他说这就是现在助产士面临的一个状态。现状就是这样，把自己陷入到了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对，但是你想想他们的工作也的确是，你说怎么拒绝？是哪一份拒绝？你说你拒绝大人，就代表着拒绝了肚子里的孩子。对，所以说啊，这个状况这就是签名，大家如果想要去签的，也可以参与，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不过时间关系啊，8点57，稍作休息一下。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7
09415368，09415436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常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6。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农历11月21，欢迎您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新闻。新西兰火山喷发已致16人死亡，新西兰警方称，新西兰搜救队15日返回怀特岛，但仍未能找到2名失踪者。另据最新消息，15日澳大利亚一家医院1名伤者死亡，使遇难人数上升至16人。这是火山喷发后在澳大利亚出现的第1例伤者死亡病例。此前一些来自澳大利亚的伤者被转移回国，同时死亡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因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仍有20多人住院治疗，其中大多数人严重烧伤。12月13日，新西兰的一个军事小组成功从岛上找到了6具遗体，并将其带到大陆进行受害者身份识别。警方表示，他们仍将致力于寻找这2名失踪者。警方和军方的潜水员仍在继续搜寻该岛周围的水域。新西兰总理14日在一份声明中宣布，12月16日，也就是今天下午的2点，新西兰全国将为遇难者默哀1分钟。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Winston Peters 宣布，新西兰将向一个国际基金捐赠100万纽币，以应对太平洋地区的麻疹疫情。Peters 先生宣布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
组织联合太平洋区域麻疹行动计划提供资金。他说，接种疫苗是避免麻疹和昂贵的紧急治疗情况的最有效方法。这项计划提供了及时的预防措施，它允许灵活地响应其他太平洋国家的额外要求，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区域工作方式。自去年10月以来，萨摩亚的麻疹疫情已经感染了5000多人，造成72人死亡，其中约90%的死亡病例发生在4岁以下的儿童中。Peters 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确定易受麻疹影响的地区，并采取早期的干预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新手妈妈和他们的家人将成为接种疫苗的对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尼泊尔中部辛杜帕尔乔克县15日晨发生一起客车坠崖严重车祸，造成14人死亡，16人受伤。辛杜帕尔乔克县警察局发言人卡纳尔通过电话告诉记者，12名乘客当场死亡，另有2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其他伤员正在医院接受救治。警方说呢，这辆是从多尔卡县驶往首都加德满都的客车，在途经辛杜帕尔乔克县时，从几百米高的山崖上坠落。事发之后呢，客车司机逃离现场，警方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尼泊尔交通事故频发，主要原因包括超速、超载、车辆维护不佳以及路况糟糕等。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加州方面购房的消息。加州最贵的豪宅默多克之子1.5亿美元买下了这个庄园。近日，美国洛杉矶一处豪宅以1.5亿美元售出，创下了加州豪宅最高成交价纪录。而购买它的人正是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之子拉克兰默多克。据报道呢，这个庄园曾经是已故的传媒大亨杰罗德佩兰西奥的住所，占地面积10英亩，其中心呢是一座占地25000平方英尺的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城堡。这座房产呢是由建筑师萨姆纳斯伯丁设计，其中呢定制的葡萄酒库可以容纳12000瓶葡萄酒，有18间卧室和24间浴室。据悉，该房产每年要缴纳130万美元的税，是洛杉矶地区最高的房产税之一。好的，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由侯磊编辑播报。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呢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开始呢，新西兰大部分范围之内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而且这个雨势呢，在个别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大。奥克兰今天基本上是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那么在气温方面，奥克兰今天最高是23度，最低18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岛南部地区，这个雨势比北岛北部来的要更大一些，尤其是在南北岛中间。惠灵顿呢，今天可能有大雨。气温方面，惠灵顿最高是20度，最低16度。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北部地区也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不过这股降雨其实对于一些干旱的农地以及也包括了我们家里边的枯草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那么 Nelson 呢，今天的温度方面，最高呢也不到20度了，只有19度，最低13度。南岛南部地区雨势稍微小一些，基本上是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气温呢跟周末相比也是稍微有所回升。基督城今天最高是18度，最低13度；皇后镇是18到22度。
到了明天，这一股降雨，我的天呀，全部影响到新西兰全境，基本上都会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就会有大雨的天气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的。气温方面，奥克兰明天最高只有20度，最低16度，惠灵顿11。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 Panda TV37和 FM 90.6正在为您直播的朝闻天下。星期一的9点钟之后我们继续和杨议员来进入到杨议员时间。再次感谢杨议员到来。小肖你好啊，我现在升级了哈，就我们2个人现在感觉挺好的，住在大熊猫边上。我们就保护着大熊猫。今年这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已经是2019年最后一次的杨议员时间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跟杨议员说的，也可以利用着最后1天的时间对，今年是对，的确是因为国会呢，我今晚去国会哈，国会呢是这周还有2天时间，我们也是还有2天，周3晚上就结束了，今年就结束了，然后呢到明年的2月的第2周开始，新一届不是新的1年吧，这个国会。
所以这里面呢，这个我们办公室也会关门，办公室在1月份基本上大部分是关门，因为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休息，要休假，所以呢，到时候呢，这个我们再联系，是，但邮件呢，我会经常的看。其实说到这个假期的时候啊，我们也就说一说到假期就知道，哎，这一年呢，眼看着就过完了。对，其实说真的，这个2019年的新西兰不算太平。乱七八糟的事情非常多。对，当然是这个最近的这个White Island 这个火山的问题是在今年我们这个又是一个灾难哈。什么这里面就是呢，我们讲的是过去一年本身的确是呢，新西兰发生不少的事情。总体来说呢，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呢也不算特别理想。对。那么今年本来是应该是按照工党和优先党联合政府说的是应该是 Year of Delivery。就是兑现承诺的一年，但其实呢也没有兑现承诺。其实说真的，我们来说一说2019年，我们能看到什么？好像比较明显的就是他那个旗舰政策，就是 Kiwi Build 没有了，对吧？他今年放弃了，基本上就放弃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他这个主打的一个政策，在2017年大选的时候他就放弃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在上一周他又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本人说他在2022年要把这个。国家债务占到 GDP 的比例降到20%，对吧？现在也放弃了，要延伸到甚至25%。对，他现在呢就是呢，明确表示就是呢，我现在要借钱，所以呢，今年呢这个财政年度呢要有赤字，我们给他的时候是盈余的，对吧？是，他现在说他要有赤字，这是等于是干了2年，这个经济下滑，钱不够花，要借钱，然后呢就是要提高这个债务比例，等等。这一系列呢，实际上我们也能感觉到整个的生活成本是在增加的。其实说到这个借债的这件事儿，正好上一次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我们听到政府给出的一个原因是说，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太缺乏了，如果我们要再不投入的话，可能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就哪怕要借债也要做。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什么特别具体的项目。对，是这样的，就是呢，它是2年基建基本没搞。对吧？我们当时在2017年规划好了10条国家级高速公路，它呢上来之后呢，啪砍掉，然后说我们建铁路，对吧？对，这是他一直承诺要建铁路。那么呢，那铁路你建也行啊，到现在还没建，2年了，什么计划也没有，是没有，就连这个怎么做都不知道，这个他要攒钱做的，你就做不出来。是，那么就是2年你没有做基建。的确是缺钱，的确是要做基建。我们说得很清楚，你要投入基建，已经是不好了，又投了2年。现在说，是我们要做基建，我们借钱做。对。本来呢，如果说是你真的是有钱要花到该花的地方，你再借钱，我们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呢，他这2年他花了很多钱，花在不必要花的地方，把钱给浪费了。然后现在回来说，我要借钱，因为利息低，我要借钱，是这么解释的搞基建。是。那么呢？具体又不跟大家说，基建怎么说？不知道，对，不知道。他就说他现在去怎么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就在年底的时候要给一些好的这种信号，是要收官了嘛？这年底别人要留下来的时候还惦记着这个工党政府做了什么事儿有这个承诺要建基建，他会讲些好事儿。但其实呢，根本就没有想好该怎么做。因为一个基建设施要推出来是要花很长时间去考虑的。我们上周其实也聊到过关于新西兰的这个基建方面，就说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比如说它就是一个算是组织也好，或者是它算一个部门也好，无论哪一个政党去进行执政，这个基建的计划不应该是更远的，比如说10年、50年？这就是它的问题啊。事实上就是呢，我们10条高速公路计划，实际上我们有一部分已经做好了的。是。我们执政的话，马上就推出去了。他上来之后呢，他就是因为他要做他的承诺，他承诺就是要建铁路。对。他没有钱了怎么办呢？那只能停了我们的嘛。然后呢说，我不能说因为要建公路把我的铁路停了，不就等于打嘴嘛？对不对？所以呢说我要做铁路，所以这些公路呢我先放着，因为铁路更重要。是。但问题是在于就是呢，公路没建，铁路也没建。对。然后呢，10年10万套的这个住房也没建，也没做成。所以整个的它的大的这种承诺都没有兑现。其实说到这承诺，上周最新的一个新闻不是我们看到2个 Phil， 我们的市长 Phil Goff， 还有呢交通部长 Phil Twyford， 他们也共同签了一个 plan。我们在讲新闻的时候就是并不懂他的这个 plan 到底签的是什么，他只是说目标是说让大家放弃私家车，可是怎么个放弃呢？他呢就是他会
做一些这个我们叫秀了，就是呢，他知道老百姓在某些方面是不满意的，对吧？可是呢，他要比如说当时他推出那个10年10万的住房政策，就是因为当时房价高，对，很多老百姓认为不可负担，他有这个怨气，他抓住一点，好，我给你一个承诺，我给你承诺，我给你房子，我给你建，我给你建，结果呢上来了，建不成了，放弃了，这个交通也是这样啊。你不是交通不好对不对？我给你解决交通问题，对吧？到时候呢，这场做不了，上哪拉倒了，反正我上台了。是，就这种这个，就等于说糊弄老百姓。但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老百姓给你机会了，可是呢，你因为你的整个的设施、整个计划是没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对，你就耽误了时间。是，这2年过去了，再加明年1年，3年时间，这是很长时间了。这个。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如果再执政的话呢，我还要重新启动，对吧？这个很多都不是说我重新马上可以启动的，因为你3年没做，建筑工人哪去了？是，对吧？是，投资人哪去了？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他要花时间重新来给他重新 build， 重新来设立。我的感觉啊，这个可能呢，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这2年的感觉，就是经常我们会听到政府出来都是说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要解决住房问题，对，交通问题，我要解决儿童贫困问题，可是你都没有听到比较具体的。你看儿童贫困问题，他当时也是2017年打我们的问题，打我们的一个棒子，对，说我们是经济发展了，可是贫困差距加大了，贫困儿童的多了。好，也是2年多了，他呢情况恶化了，连他的支持者都骂他。你说好的给我们解决贫困问题啊，孩子贫困问题怎么还恶化了呢？他就说这个我倒听到一个解释，我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的解释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是因为以前国家党大家都不敢说，现在才敢说自己贫困。对，他现在是把所有问题都说前政府太烂了，对，前政府给留下了这个问题，对，给他留了钱他不说，给他留了4%经济增长他不说，现在搞到2.几%经济增长。然后呢，这个财政要国库亏损，对，这些呢，他就说，都是前政府搞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我们还讲国际环境等等哈，他会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但是呢，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是老百姓心里很清楚，现在是，过这么长时间，你这个政府不兑现承诺，对他的危机来说就是信誉的破产，是，那么呢，老百姓会不会再给他一个机会，对吧？所以牵涉到明年之后有大选。可是啊，这个东西谁会画饼，谁也是挺会吃香的他这个饼画的要足够好，也不好说。你说你这个也有道理，对，就是呢，因为他只干了1届，有的时候老百姓还会说，再给他一点时间。对的。他画的还是很漂亮的嘛，这个。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这还是不好说。但我们说这届政府我们先放一边，我们先来说一说国家党。那么在这1年当中，我们又做了什么呢？国家党今年呢就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讨论文件，政策讨论文件。因为我们说过，第1年我们去这个研究一下，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呢，今年呢就推出一些文件出来，大家讨论，明年呢我们定出最后的政策，在大选前推出来，让大家可以对比，是，对吧？就是说我在这方面做什么，然后呢，你选民你去看看我们的政策。看工党的政策是做个选择。我觉得这条路啊，就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它非常的清晰。就是说，虽然国家党在这一届当中是反对党，但是他们是有规划的。是的。如果我要是上台了之后，我立刻就会在这些计划当中。所以这一点跟目前这个政府是很大的差别。他呢，你看在野9年，他什么也没做。对。然后上台之后呢，也不知道该干啥，也没有任何政策，才开始研究，就推出了300多个工作小组，说你们来给我做政策。给我们提意见，我们再来看看该怎么做。是2年时间搞了300多工作小组，好几个亿的这个支出。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就说我们在野期间，我们就做好功课。如果我们执政了，立刻就我们就有这么多政策出来。就说你不用给我做工作小组了，我们有政策，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而且大家就是很明显的知道政策是什么，你来选，对不对？对的。我们现在看到啊，就是也是因为就是这1年，如果大家去仔细的跟着新闻去走，你可以看到国家党的民调这1年的确是稳步的是在攀升的，尤其是最后一次，其实也是跟是不是国家党推出的这些我们说的讨论文件有关，每一次出来一个就提升一点。这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呢是政府实在太烂了，老百姓已经是非常的不满意了，他因为他能切实感受到他的工作机会啊，他的收入啊。还有很多小企业家，他都在一直在关门嘛，对吧？在裁员，在关门，在压缩。我昨天还去了一家这个华人开的一个咖啡店，他说他没办法，老板自己上证，
裁减员工自己去干活。没错，是这样。他要减少成本啊，没办法。而且我的亲身体验啊，就现在拨打很多的那种，比如说是热线，就是类似于像你有用哪一个软件或者 whatever， 你去打电话去询问，以前会立刻有人接的，现在没有人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些他顾不起。对，他尽可能压缩成本，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小企业主的本来就是利润就很薄的，对吧？那么呢，你再增加一点，你最低工资增加了，是你的运输成本增加了然后这些东西呢，上来之后呢，弄好这个房租啊、地税啊全增加了。这种情况，我这钱哪来？他不敢提高价格，这个产品价格，提高价格，顾客很敏感，顾客一上提高价格，他心里就会有抵触情绪，对，所以不敢随便提高，那就是裁员我自己上。这样等于是，反正我这个以前是好像想监督领导，现在我自己干。不是说在新西兰这边有一个老话啊，就说是一个真理，不顾人的最不容易死。说这个企业 family business 对不对？对。家庭这种小企业，那么就等于说呢，我就抗的能力比较强，抗压能力比较强，因为我可以延时嘛，对吧？我可以总而言之，我想办法，我可以多累，我就累一点嘛。你让工人你要延时你的加工资啊，是对吧？而且你还违反劳工法，对吧？剥削人，还有个劳工法，哎呦我的天！这一些东西他都不敢去做呀，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呢，就讲的就是劳工可以休假。老板不能休假，就这么这种状况。劳工的钱得按时发，老板的钱不一定。对，你说的很对的，就是他给员工打工，就这个意思。是。那么现在是这样，现在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很多包括这个我们怎么样推动经济发展，怎么样搞基建，怎么样搞外交关系，医疗卫生、治安，我们全部给它推出等等现在目前为止推了8个，推了8个，然后呢，这个星期再推一个今年中推9个文件来让大家讨论。这里面文件里面我们自己有这些政策，但同时有一些问题，问题让大家去研究讨论，然后给我们反馈，然后明年我们最后落实该怎么做。你不觉得这个程序才是正确的程序吗？这就是你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嘛，对吧？对。所以有很多老百姓这个包括华人就是给我发电子邮件或打电话，怎么说我们有什么建议，应该怎么着。当然是我们华人对比如说治安问题。司法问题，这实际上他们是的确，像今天早上实际上我也收到一个关于司法问题，他认为这个审判的时间啊什么太长啊这里，因为我们讲要压缩时间，而且要设期限，是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哈。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华人是感触比较深的，因为的确是我们新西兰治安呢对一些这个罪犯呢。他的判刑啊，一个是轻重的问题，一个就是时间长的问题，对，当然还有就成本的问题，真的都在里面。所以这些东西呢，当然不是说一下子能解决的，但最起码呢，你看重心在哪里？是不像目前这个政府，就是说他的重心一直在保护着这个罪犯的这个，但是他们一直在质疑你们，说是你们实行了这么多年，对吧？一直讲什么东西，但问题是他这么做本身又达到什么效果呢？这是个问题，对不对？对，你要试试嘛。对，所以呢，就是呢，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马上要进入到2020年，大选时间没有定哈，是大选时间是由总理决定的，对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宣布，那么总理有权利在大选前6周宣布，是那么呢，我们执政期间呢 ，Junkie 尤其是 Junkie 呢，基本上开了一个先例，早就宣布了，年初他就宣布，对，今年什么时候大选？好，大家准备。对，好多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没必要这么做，可是他这么做了。他这么做的目的，一个是他自信，另一个就给老百姓一个咱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心里有个数。是。那么现在这个政府呢，他会不会提前去宣布？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就是说他是有。提前6周也太短了吧？他只要是他是按法律规定哈，这个说你大选前6周，就是你不能少于6周，这个意思。你们这之外，随时都可以宣布。就这个意思哈。是。那么呢，那再就是3年3个月之内必须选举，这是一个有这个规定的。所以他只要符合这些规定，他就可以随时可以宣布它。所以明年我们来看吧。其实明年呢是比较关键的一年，而且也是对于我们选民来说会信息非常非常的就是聚焦的一年，因为就是选民都是善忘的，所以很多的这个政策如果在前2年说出来，可能大家也忘了，所以会比较集中的会在最后一年。你看你是在政坛上比较有经验的人，知道老百姓的确是善忘，对吧？的确是这样的，他的确这样的，他就呢很多人呢就是看。以前发很多事情他不知道，对，大选前发现糖果才高兴，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对，这是一个问题。是，但是呢，我们还相信老百姓，
相信老百姓呢，他的大多数人呢，他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判断。是，而且也要相信大家呢。不要低估大家的智商，好吗？对，大家都看得懂。我们有几个听众关注啊，正好还剩下2-3分钟，有人就在说那个现在才推出120亿基建的项目，为什么呢？是因为民众都要放假了，所以没有人吐槽他们，这是一方面啊。有人在说，还有人在说，他说国家党有没有考虑一下，比如说找一个更加讨人喜欢的，可以跟哲斯纳德来抗衡的党魁？是这样的，很多人讲过这个问题，问过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目前呢，看我们民调还是不错，对不对？对。因为一个党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党是靠这个党的这个牌子，就国家党这个牌子。对。那么如果有一个，我们说当然是我们 Simon Bridge 的确是民调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说有更好呢，可能会带动作用。但是我们现在很自信就在于呢，老百姓已经把国家党这个牌子认定了。是的，而且你更希望作为党，你当然更希望的是党来吸引选民，而不是党魁了。而且党魁呢，他的民调也在往上走。他说个人民调在改进，是。那么呢，我陪他去中国，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领导人。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那个他呢，就的确是在中国的期间，他这个整个对外交事务的了解，对中国的了解，我能看到他学习的非常快。而且我在了解了，比如说 Simon Bridges 的一个经历，党魁的经历，再加上跟他采访，其实我是觉得他有一些东西是大家没有看到的，被低估的。对的，他呢的确是这个，如果跟他接触久了之后，发现他呢，他是的确很有潜力，是，而且他个人本身也在不断的努力，对吧？是。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我们也不能去这个一个人跟人不一样嘛，对吧？但是呢，他能像我们党目前这么团结，而且那么有步骤的，一步一步往前推进。这跟他本人的领导能力是有很大的关系。是的，是的。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最后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杨议员喝什么咖啡？有人艾特我问。坦率的说呢，我以前喝咖啡不怎么喝咖啡，为什么呢？我这个乳糖不耐，我这个一咖啡就老拉肚子。后来黄明哥说你喝这个豆奶啊。对。所以呢，我比较喜欢喝的是 cappuccino。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听众要问这个问题啊，一定要艾特我。因为我去咖啡店，我跟你讲，去咖啡店昨天嘛，对，昨天我就喝 cappuccino，是，而且叫这个 soy milk， 对，要豆奶的。好，时间关系已经到了9点半了啊！这一年真的是非常感谢杨议员呢，基本上每一周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而且给我们也推荐了、介绍了那么多的国家党优秀的国会议员，让大家通过这个平台也去认识了他们。所以大家是非常期待啊，在明年呢继续看到杨议员来到我们节目里，而且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和更新。明年大选年了啊，对，所以说也是祝愿吧，国家党明年呢都可以一帆风顺。好的，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这我们多少时间？有一年时间，对，1年时间，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那我们稍作休息啊，马上回来。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 0941543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 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8 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
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Panda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Panda TV37 FM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食为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Panda TV37和 FM90.6正在为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好，我是侯雷。侯雷已经被大家猜出来是陕西人，是大家可能我是因为我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陕西方言吗？不是，是因为刚才我们俩不是说面包，然后你说了馒头，然后我们听众就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山西，然后后来就说是陕西，反正也邻居，对吧？对，陕西和山西离得很近。然后我在这里纠正一下，陕西大部分时候会把馒头叫馍，但是说到馍啊，我就是反正也是这个快到假期了嘛，大家稍微放松。我就昨天看到一个就是 YouTube 上面的那种播客，他就在播说那个吃馍，就他去陕西感受吃馍，然后他就说你们掰那个泡馍要很长时间，然后他在讲说这个泡馍呀，工作的时候没办法，你不能2个人在对着掰吧，对不对？说如果要是刚刚认识的朋友也不行，你搁那掰30分钟、40分钟，2个人不知道聊啥，所以一般他就说吃泡馍可能都是1个人，或者是说特别闺蜜熟的。那你们真的是坐在那儿对着掰吗？对啊，就是看你要吃的那个大小了。有一些很有耐心的一些老年人，他会把那个泡馍头一天带回去，然后看着电视，晚上掰它个1-2小时，然后第2天再带去泡。所以这个就是店里面没有掰好的，都是要自己。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一般在这种出这个东西的地方，他会比较矫情，他就觉得自己掰的比较好吃，是吗？机器搅出来的不好吃。那个的对，不是手掰的，对，是机器放进去之后，他给你弄出来，他觉得这样不好吃，一定要自己，因为手掰的时候，他要把那个皮和那个瓤都混合在一起，然后那个大小呢，会让那个羊肉汤充分的融入进去。对，他就在讲，然后说太大的不行，太大的不入味儿，说太小的不行，太小的就变成了糊啊。我想说，这个要求也是非常高。吃羊肉泡馍还挺考验人耐性的，我觉得。好吧，那我们就说到陕西的事啊。那么当然了，我们在上一节当中9点钟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国际方面的这个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包括了我们聊到了火山最新的一些进展，爆发的一些进展，还有聊到了关于疫苗，就说萨摩亚的这个疫苗，我们当然给予了援助，也聊到了说究竟怎么样能够使得我们这边，比如说疫苗的注射率更高，对不对？你强制不太可能，那你怎么的你也得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来提高。然后还聊到了饮酒问题，对，饮酒问题在新西兰真的是过于严峻，真的是很严峻，所以怎么样去杜绝这件事儿？当然也聊到了关于说现在的这个各方面的罢工。我们现在有个朋友，先来接一下啊。好，早上好。早上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换人了是吗？男主持人都休假了，你说有没有道理？女主持人在重要的时刻顶班了。辛苦女主持人了，这多厉害是。我来说说这个馍哈。好。这个人工这雇不起，这1个小时18块多，对，弄2小时，好30多，再加上点肉汤，这估计一碗40-50块钱吧。
对，40-50块钱的那个泡馍吃不吃？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个吃的人自己掰。所以我的意思说，人吃的人不行啊，我们还得上班呢，挣钱，是不是？哎，不过我跟你讲，我蹭蹭这个杨健博士热度哈，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他说的我都不补充了，没什么可补充的，很完善。但是呢，我这次呢，我打算了，我想还是应该选工党。你说出大天我都不会选国家党的，为什么？给你一个很怎么讲呢？很没法驳斥的理由，就是什么呢？这个工党不管怎样，他做到了一点，就是让经济不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经济是低不成高不就，上也上不去，是下也下不来，还不如下去是吗？工党继续执政，把经济做得实在不行，就是让这些小生意就彻底关门，知道没有？不要让这种小生意存在，然后所有的房价就降，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买房子，是吗？什么？这都没钱了，什么东西都降，你知道吗？馍就只能自己掰，为什么呢？大家不上班嘛，有的是时间，不是吗？对不对？在家掰馍，然后所有人都怎么着啊？那就只能领福利了。也就是说，你要不然自己拼搏，自己打拼挣钱，要不然呢就是领福利，就这两条道。是你对不对？所以呢，你现在呢是低不成高不就，是还不如就低下去。对你经济呢是半死不活，那你索性干脆关门大吉，你知道吗？直接就大家都顶就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让要走两个极端，要不就上去，要不就腾飞，要不然干脆就服软算了。好，行，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对吧？好，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啊！我们群里的朋友在说大哥跑偏了啊，这一个馍引发的关于选举的问题啊，一个馍引发的选，没有了。我知道这位听众的意思，就说呢，现在啊，怎么讲？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也是更新各种关于福利方面的新闻，也有很多人在说现在政府的这个福利仍然是不是那些领取福利的人想要的。对，那他们落到实处，那他们想要什么？换句话说，就我们很多的听众是说这个都要是给我呀，就比如说我们上周分享的那个 food bag，送到家里的一包食物，给我好开心啊，但是给他们不要啊，就是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去说的啊。那明年反正就大选了，我估计呢各党派肯定也都会出奇招，出狠招，我们就是持续的来看这出戏到底是怎么演。但是一般情况之下，肯定是明年非常精彩，好期待啊！感觉，对，我也很期待，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大学免费上一届都出来了，你想一想，指不定能出现什么政策啊！我们共同来看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说到发展，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说经济不好，说大家的日子不是很好过，说很多的公司不愿意扩展，但是也有人好呀。对，比如说这种大型的商店，现在就是开得红红火火的。这 Newmarket 啊，就说嘛，这不新开了David Jones。然后他的 Westfield 也开了之后呢 Silver Park 就感到危机感了。以前呢没有 Newmarket 那个正在装修或者关的时候 Silver Park 就觉得自己是老大，对吧？现在开了 Newmarket， 离它其实说远也没有那么远，所以大家就说哟 Silver Park 是不是感到压力了？那也不能落后呀。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商场的业主，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就是 Kiwi Property Group， 他们正式宣布将会继续的扩建 Silver Park。需要建造一个15层楼高的国际酒店和一个10层楼高的公寓大楼。到时候呢会引进一些国际知名的品牌，然后就是我觉得最吸引的是会新增近1000个停车位，然后使这个 Silver Park 的停车位达到总共有5000个，也就是新西兰停车位最多的商场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就觉得什么感觉啊？首先能肯定的就是他们有钱，对吧？对，这个看来 Silver Park 这2年没少赚，是攒了一部分的资金，现在就开始要扩建了。而且他说呢，首先它的这个占地面积啊，可以达到35公顷，要在这上面呢建2栋相邻的大楼，分别是15层和10层，一层呢专门就是国际酒店给这个游客住的，另外一层是公寓，然后要在这个酒店呢，或者是说这个公寓的最下层，可能有一层专门就是引进大品牌。我知道可能有一些我们在中国来的朋友，有一些城市有类似的有，你知道那种名品店都在1层，都在1层，然后往上会是一些相对比较小的品牌，就是这种商场让你能在里面待一天。
有钱呐！所以以后呢 ，Silver Park 旁边就会有这2栋大楼了。现在正在说呢，已经开始进入到比较的紧锣密鼓的这样的一个筹备当中了。而且他还透露说什么呢？就说现在的已经有的 Silver Park 还会继续的去扩充，比如说这个 Silver Park 里边还会增加像什么 Famous 啊等等的这些大型的购物的一些店铺，也会在明年逐渐的就跟大家来见面。所以说整个的 Silver Park 都会是蓬勃发展，然后还会有一些引进的一些品牌，可能是大家以前比较期待的，但是都没有看过的，比如说女生喜欢的 Victoria's Secret， 可能也要来。希望这些品牌来了之后，价格能便宜一点。这个我不知道了啊，这个我没有比较过，不知道有喜欢购物的朋友，就比如说这些国际的连锁店啊，像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也不知道举什么例子，像有些是有优势吧 ，Nike。有点太 low 了啊！举个什么呢？我好像听说，比如说像 Gucci 是新西兰的比较便宜，还是怎么样？对，所以它是有些是比较便宜，然后有一些可能它的款式会比较新，有的所以不一样吧。大家看吧，反正这个 Kiwi Property Group 呢，他们是以2250万的价格购入了公务中心相邻的2块地块，总共是2公顷。所以说呢，这就是他们进一步发展需要的空间嘛。那就证明人家也是。怎么说呢？这个是吧？这个想的比较完善想的比较周全。对，就是这个 shopping mall 可能钱挣的差不多了，接着就往这个公寓和酒店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新西兰这边啊，你投资 shopping mall， 别说还真的有用。你看现在，如果大家最近，尤其是这不快到 Christmas，也放假了，大家去 shopping mall 看那个人流量，你就知道它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可是相反的，公寓和酒店，你知道它的那个建造成本，大家去看看现在正在建的，尤其是在奥克兰市中心的那几个酒店，还有公寓楼，人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看它得有多长时间，说要建出来的那几个酒店都没有按期能够完成的。你这真的是到底是不是个无底洞，把 Silver Park 弄进去，这很难说。所以它的这个计划还是很宏大的，但是是不是摆在面前的压力或者是难关更多？这都是很难讲的。另外，这个 Kiwi Property Group 它也不仅仅是 Silver Park， 它还在南区的 Duray 那边也在开发大型的，要把它开发成那种工作、生活、娱乐的综合性社区，可能要建一个新的类似于像 Silver Park 这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商圈，会有一个商圈。所以这个 Kiwi Property Group， 大家期待一下他们的作品吧。好了，时间关系啊，到9点45分了，我们有的稍作休息一下，来听几则商家好介绍。关于shopping啊购物，如果大家愿意说的话，也可以来聊2句。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继续接着聊。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
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48分了啊，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朝闻天下。那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继续啊，我跟侯磊呢再跟大家多说一条新西兰的小新闻好了。这个刚才说了一堆啊，听起来不是那么。可能 Silver Park 听起来开心一点啊，起码我们有更多的店可以逛。其余的好像有点闹心。接着跟大家来说一个小故事吧，还挺励志的，对，暖心的小故事来做个结尾。在上周五12月13号的深夜 ，West Coast 的一名母亲带着6岁的儿子开车的时候发生了车祸，这个汽车是冲到了河里面。然后这个小男孩我觉得就是这个求生能力特别的强，他从车里面出来之后呢，在深夜当中步行了2公里之后，在高速公路上被发现。然后报了警之后找到了他的妈妈。对，而且这个是很不幸中的万幸，就是首先这个小孩其实没有受伤，只有6岁啊，大家要知道。然后他呢就一直走，一路呢就去路上寻求帮助，可是那个地方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你知道人也不多，所以他是足走了2公里才被人发现。所以被人发现了之后呢，警也是立刻就报了警。警方呢也是非常给力的啊，就是各种的救援人员全部出动了，包括了陆地上的，包括了海岸的搜救队，包括了消防人员、海岸警卫队、喷气艇，全部都出去搜查。说最多的时候啊，搜查人员甚至一度达到了40人。因为这个车冲入到河流当中，他们发现了车，但是发现这个母亲并不在车里。后来是发现什么呢？就说这个妈妈啊，她的游泳或者水性非常好，所以说呢，她就出来之后跳下车就游到了岸上，但是因为受伤体力不支，所以就一直呢就在那边休息，然后就被发现了。发现之后呢，是说这个妈妈算是受伤不严重，还能够起来走路，所以就送去医院接受治疗，体温有点偏低。所以简单的接受治疗之后呢，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这个小孩呢是一点都没有受伤，现在呢是在他的亲人那边稍微呢照顾一下。所以这小孩还是挺厉害的哦。我觉得内心特别强大。我觉得凌晨2点让我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走，我都还挺害怕的。可能小的时候就不知道害怕吧。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凌晨2点的时候，一个人能在高速公路上，并且能很理智的，然后把这个事情复述了，还是很强大的。可能就我们自己没有孩子，但想想自己的6岁的时候，应该是很难做到这件事儿啊。所以这个你说到这儿，你就不得不去夸赞一下新西兰对于就是孩子的这种应急的急救相关的知识的普及。他们从上小学开始，你就会看到各种的，你别说什么人家数学教的不好，或者是什么不好，但是这方面却是非常的给力的、着重的去教导孩子，从孩子入学，有专门的急救课程，好像对，就包括了比如说应对
天灾、地震，对，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灾害发生的时候，森林里面的一些求生技能，对，还包括比如说遇到这种可能父母已经处于危险当中，你怎么样去求救等等各方面的。所以这个孩子从小他心里就有个数，如果一旦这件事情发生了，首先他不慌，老师教过我要干什么，对，而且你从小就给他灌输这个理念的话，他就记住。你这小的时候记忆力也好嘛，而且他就觉得很好奇，我应该怎么去做，就是会很有步骤，会很有条理性吧。对，所以他也不慌，是，然后他就真的能够帮助到他的家人。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前段时间不也有一个几岁的小孩儿，也是因为就是他是跟他的外婆还是他的奶奶住在一起，突然间就是类似于像心脏方面的问题，就无法说话，就类似于像晕厥了的这种感觉。这个小女孩就拿起电话，非常沉稳的跟就是我们说急救的那些人员，那很小很小啊，就打电话跟人家叙述，我的奶奶现在什么情况，我现在需要帮助，我家的地址是什么，你们赶紧来。就是说大家都在说哦，这个训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要是大家现在比如说啊，你的孩子在新西兰这边上学，不信你今天回家去问问你的孩子，他知道的很多东西比我们大人都多。是。对，包括急救包里要放什么，很多常识，我觉得他们会知道。然后包括了如果地震发生了该怎么做，甚至啊，我还听过我身边的那个家长朋友就说那个孩子回来教育他们，说咱家不行啊，咱家那个比如说碰到这种紧急灾害的时候，我们连一个计划都没有。他说我们老师说我们家里得有个 plan，比如说一旦遇到了像地震啊或者这种灾害，我们没有手机没法联系，我在学校你们在上班，我们怎么联系对方，我们怎么能找到对方。他说我们得有一个计划，比如说这种事情发生了，我们在哪儿集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联系，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互相通知对方，我们都是 OK 的，等等等等。然后他还会去检查爸爸的车里或者妈妈的车里有没有急救包，对，有没有饮用水，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常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这方面其实是很有必要普及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影响。就是当你平时给孩子做好这个方面的教育之后，你大人作为大人本身，他自己也会这种意识比较强。对，而且真的是孩子们他们从小学到的东西，其实是比我们更加全面和广泛的。大家如果啊真的是今天回家可以试试跟你的孩子去交流交流，你就知道他们知道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不知道的。而且这正好是圣诞假期来了，就不妨也可以借此机会去筹备一下，就或者是说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几点，准备应急包裹，你家里是不是长期的有这种饮用水，然后呢也跟家人设定一个 plan，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而且我在新西兰这边曾经去，当然是那个时候是去采访，但是也算是参加过吧，就是那种急救的课程，他告诉你怎么做心肺复苏，等等一系列简单的包扎，对，然后骨折的话应该怎么去及时的先处理，对。还有比如说你在路上碰到像交通事故，真的紧急的情况，你该怎么样去应对？因为你如果是第一个发现的，你的一些最及时的、最准确的处理，可能真的会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反正假期大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不如去学一学。而且新西兰这边有很多的机构愿意去，就是专门的课程，对，可以去培训。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去做一些 volunteer，做一些这种志愿者的这样的服务，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带着孩子去嘛。我觉得志愿者其实一方面是他确实可以帮助到某些事情，另外一方面是从你的思想上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吧，就是多为别人付出。对，所以说无论如何，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些方法，而且又是真正能够学到知识的。所以这个看到这个小新闻，虽然说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但最重要的其实是希望能够大家从中背不住获得了什么样的讯息，自己也去做好准备。你想想教育一下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告诉他，讲给他，对不对？你如果要是你看人家的孩子，不是说别人的孩子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是比较好的方法，他救了他自己的母亲，而且孩子在那个年龄，我估计会很喜欢听，接受，对，因为他也会想说我要保护自己的妈妈，我要保护自己的爸爸，所以你讲给他听，他下次就知道了。是，这个挺不错的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去
分享给自己的孩子听听看。好了，时间关系，已经到了早上的9点57分了啊，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今天早上陆陆续续的跟大家聊到了非常多的新闻的话题。再次提醒，2点11分会有1分钟的全国默哀的时间，当然是为了就是这些在 White Island 啊火山爆发当中不幸逝世的这些朋友们、遇难者，以及呢还有很多受伤的朋友。对。希望大家也可以去参与。好了，时间关系啊，9点57分了。今天早上非常感谢大家3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